明明是觉醒了同样 S 级天赋的两兄弟，弟弟成了全球敬仰的一代传奇，可哥哥却沦为了所有人的笑柄，连觉醒等级都被贬为最低等的 F。最痛心的是弟弟竟因此抛下哥哥8年之久，哪怕韩玉成的腿被人打断了没钱治疗，可弟弟韩玉宪都没有伸出援手，而是冷漠地将他拒之门外。只因韩玉成的技能养育者，除了能给队友加 buff 之外，没有任何战斗能力，反而是其隐藏效果最后的报答，让这个技能的强度堪称逆天。任何被加过 buff 的人只要死去，韩玉成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双倍死去之人的力量与能力值。靠着这个技能，韩玉成屡次从地下城中死里逃生，却也沦为了别人口中晦气的团灭发动机。再加上瘸腿，所以没有一支队伍愿意接受他，即便招他入队，也是做最低贱的打杂采矿工作。可没想到，只是在低级地下城挖个矿，韩玉成竟再次克死了队友。正在挖矿的他感觉到一股力量涌入身体，这代表着队友已经凉了。韩玉成赶过去一看，队友们都倒在了血泊中，一头比山还大的3头巨龙正咀嚼着剩下一人的身体。那人临死前还在大骂韩玉成，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地级地下城才会出现这种怪物。被吓得呆愣在原地的韩玉成终于看清了巨龙的全貌，他是被判定为无法猎杀的传说级毒咒龙王劳奇塔斯，在巨龙面前，即便是 S 级的弟弟也不是对手，更别说韩玉成这个瘸腿了。他拼尽全力向地下城外逃去，却被一发神龙摆尾扫飞出去，眼看就要沦为龙王的口粮食。猛烈的爆炸打断了龙王的动作，一道挺拔的身影扛着韩玉成脱离了生命危险，而救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弟弟韩玉宪。来不及解释，韩玉宪就发动技能蓝色柳叶，踏着叶片身形迅速移动至龙王头顶，并用自己的招牌绝技黑炎附魔了武器，一剑洞穿了那颗硕大的龙头。没想到弟弟居然和这种神级生物打得有来有回，韩玉成都看呆了，却没想到龙王突然改变目标，朝着他喷出一口剧毒龙息。危急关头，韩玉宪再次挡在了哥哥身前，哪怕自己的身体被毒液灼伤，凝聚着黑炎的剑刃也被毒液腐蚀，却没有吭一声，而是再次向龙王发起冲锋。这一刻，韩玉成明白了，因为自己拖后腿，弟弟才无法放开手脚战斗。他想要提醒弟弟注意龙王的攻击，等来的却是一声不耐烦的训斥：你怎么又进地下城了？忘记腿是怎么断的了吗？你还要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到什么时候？望着愤怒的弟弟，韩玉成心如死灰。谁说是兄弟就一定会情同手足？我这样的废物活着，也许就是他唯一的污点吧。趁着龙王与弟弟大战，韩玉成一瘸一拐地走上前，紧握长剑狠狠刺入了龙王的脚掌，接着丢掉武器说：反正救了我，我也只会拖后腿，不如就让我死在这里吧。眼看韩玉成就要葬身龙口，韩玉宪却疯了一样冲到他身边，用尽全身力量召唤黑炎挡下了这一击，代价却是身体被贯穿倒在了韩玉成的怀中。奄奄一息的他嘱咐韩玉成快点逃跑，接着又递上了传送石，有了这个就能传送出地下城。说完便死在了哥哥的怀中。而随着弟弟的死亡，系统提示最后的报答技能生效，获得了弟弟全部技能和双倍能力值。而那些年弟弟真正冷落他原因的记忆，也化作光芒涌入了韩玉成的脑海中。可如今身为废柴的哥哥，却亲手击杀了世界排名第1的传说级龙王，获得了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许愿石。只要男人走出地下城，靠着击杀龙王带来的名望和许愿能力，韩玉成就能够成为所有人仰望的英雄，获得比弟弟更大的荣耀。然而他却选择把时间倒回到一切开始之前，将不停责骂自己的弟弟紧紧地抱入怀中。原来韩玉成在地下城内遭遇了传说级龙王的袭击，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弟弟韩玉宪却在关键时刻出现，不惜牺牲自己也要让哥哥活下去。随着怀中弟弟的身体逐渐冰冷，韩玉成隐藏技能最后的报答发动，现在的他拥有了弟弟所有的能量与双倍的能力值。在巨龙爪子拍下来的一瞬间，韩玉成抱着弟弟身影瞬间消失，下一秒手中就出现了一把漆黑发亮的黑炎长枪，第一枪就斩断了巨龙的头颅，第二枪将他钉死在地上。3招屠龙，韩玉成成为了超越 S 级的最强猎人，但他的泪水却混着雨水不停滴落。原来在完成屠龙壮举的时候，弟弟曾经的回忆全数涌入了他的脑海。原来为了保护自己，韩玉宪选择故意疏远。得知他瘸腿的消息后，更是一个人瘫坐在地上痛苦的挣扎，一遍遍地说着哥哥对不起。就在此时，系统提示您独自狩猎了龙，完成了不可能的成就，授予传说级称号屠龙者，以及一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许愿石。韩玉成赶忙跑过去，我能够用它复活弟弟吗？系统回复许愿石无法做到让已死之人重新复活。韩玉成愣了一下，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回到我觉醒之前吧。这一次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再进地下城，老老实实做个普通人活下去。看着手中逐渐亮起的许愿石，韩玉成并不后悔。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回到了觉醒前的那一天。当时他交了一大笔钱觉醒能力，结果却被人骗走，最后还是韩玉宪帮他讨了回来。正想着的时候，门外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韩玉宪皱着眉头，极为不悦地推门进来。不是跟你说过吗？居然还会上当，这么蠢，别逼我把你赶出去。可让他意外的是，平时嘴硬的老哥却眼里闪着泪花，还突然扑上来抱住了自己。对不起，是我错了，不懂事。韩玉宪满头问号，你怎么这么奇怪？是不是闯了更大的祸？老实交代。韩玉成却表示，我以后都不会闯祸了，还有你辛苦了。虽然说这些话有些肉麻，但韩玉成还是很开心。他决定老老实实做个普通人，永远不给弟弟添麻烦了。可就在这时，韩玉成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觉醒者韩玉成注册完毕，授予您传说级称号屠龙者和完美的养育者。发动附加技能，我的孩子最棒。被养育者韩玉宪成长速度加倍，屠龙者的称号竟然没有消失。韩玉成连忙打开面板查看，刷刷刷3个传说级技能，再加上一个 SS 级技能巨龙杀手，
这一下就让他激动起来。难道我回归后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猎人了吗？他已经开始脑补弟弟带队挑战龙王陷入劣势时，自己英雄登场挡下致命一击的帅气画面，让冷酷的弟弟露出小迷弟一般的眼神。这当大哥的感觉简直爽飞了，以后我就要改名叫屠龙者韩玉成了。可等他激动地打开属性面板时，体能6，力量4，一堆个位数的属性，仿佛在嘲笑韩玉成，就你这种渣渣也敢叫屠龙者吗？认清现实后，韩玉成开始查看多出来的几个新技能。传说级技能我的孩子最棒，只要对目标说出关键词后，成长速度会翻倍，配合上第2个 SS 级技能我家孩子了不起，在多人面前说关键词的话，目标实力最高提升100%。所以我现在是成了世界最强辅助吗？韩玉成已经想好把弟弟捧上神坛后，自己在众人面前的形象会变得有多么伟大。然而下一秒他就两眼一黑，晕倒在了桌面上。坑爹啊！为什么对弟弟的关键词是我爱你？韩玉成马上回想起昨天兄弟俩解开误会时，自己说了一句我爱你弟弟，当时都觉得够肉麻了。要是随便对着别人说这种关键词，肯定会被当成变态抓进监狱里。韩玉成连连摇头，可惜啊，我的世界最强辅助，还是看看最后一个技能吧。有希望的萌芽可以确认为觉醒者的潜力，并通过关键词帮助他们觉醒。就在韩玉宪准备继续研究的时候，弟弟端了一锅红烧肉过来。10年来两人第一次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能和解真的是太好了。可很快韩玉成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弟弟接了个电话后，居然告诉他外面太危险了，你还是待在家里吧，哪也不能去。韩玉成大惊失色，我们这可是正经漫画，你不要搞这种事情啊！只听咣当一声，一道铁闸门落在了韩玉成面前，紧接着还有搬家公司过来找他签字，自己的所有个人行李居然都被弟弟搬了过来。韩玉成急得头发都飞了，你这个疯子在干嘛呀？弟弟却狡猾一笑，之前看哥哥突然变得好说话，还以为你以后都听我的了呢。韩玉成没有办法，只能趁着弟弟不在时偷跑出去。可打开门，出现在面前的就是弟弟最忠诚的保镖，号称海渊之盾的金大壮。你想干什么？随着一双强有力的手按在自己肩上，韩玉成感觉仿佛被一只巨熊盯上。而就在他瑟瑟发抖的时候，技能抵抗恐惧发动，一瞬间金大壮的形象变得可爱了不少。韩玉成心中的恐惧一扫而空，立马涌了起来。我是会长的哥哥，出去还要给你报备是吗？出来混是要讲人脉的，懂不懂啊你？结果就是被金大壮揪住领子丢回了房间里。韩玉成不停挣扎，看来只能认命了。我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弟弟走过来叫我振作一点。现在牵制海渊的敌人很多，但等到海渊变得比所有人都厉害，那帮家伙就不敢轻易下手了，到时候就可以安全外出了。我都要哭了。等海渊变强，至少都是3年以后事情了。弟弟拍了拍我的肩膀，继续说，当然我偶尔也会让你出去的，但前提是有我或者金城汉的保护下才可以。但想经常出去可能就不行了，毕竟我每次一进地下城就要花好几天时间，但我又不能把哥哥交给 B 级以下的人，只要有A级猎人的保护就可以吗？这时我突然想起，之前很长段时间我都在找猎人相关的信息看，未来谁会变成高级猎人，我可是了如指掌。这样的话我不就可以先找到他们，帮他们觉醒，而作为觉醒的报酬，就让他们跟我签约当我的保镖，以我的称号和技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想法让我重新燃起斗志，我要发掘未来的 A 到 S 级觉醒者，把他们全都培养成我的专属猎人。第二天，我来到了猎人协会的觉醒者注册处，当然是在 A 级猎人金城汉的陪同下。因为我的基础属性依旧很差，所以测试结果毫无意外的还是 F 级猎人。出门前，弟弟给了我一个信封，叫我注册完用里面的钱买点装备。我打开一看，直接傻眼了，好家伙，竟然有那么多零！我直接来到了6楼的购物中心，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装备，可这样是不是都太招摇了一点？就没有普通一点的吗？最后我选择了一款样式简单的黑色妖精耳钉，加29点魔力，还有一双皮手套和轻便的布腰带，加了61点体能，20点力量，16点敏捷。有钱就是好啊！有了这些装备，我的属性值一下子就达到了 C 级的标准。随后我便叫金城汉开车带我去寻找第一个目标——冰魔女溥仪灵。我记得她好像是父母早逝，借住在开烤肉店的亲戚家。她在1级猎人里也算是比较出色的。她原本是在3年后觉醒的，现在应该还是个学生。我得赶快找到她，跟她签约，重新找回自由。很快我就来到了那条小吃街，可这里的烤肉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找过去。这时旁边一家店的门口，一个女孩和中年男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女孩一气之下摘下了围裙就跑走了，女孩与我擦肩而过。找到了，这不就是溥仪灵吗？我赶紧追了上去，但溥仪灵还以为我是他叔叔派来找他的，十分的抵触，径直的想要横穿马路继续逃跑。这时一辆面包车疾驰而来，溥仪灵被吓傻了，呆呆的站在了原地，没有时间思考，我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在装备加持下，我现在也有 C 级的实力了，瞬间就挡在了溥仪灵的面前。面包车来不及刹车，直接撞在了我的身上，将我们俩全都撞飞了出去。英雄救美是不错，要是收尾也能帅气一点就好了。这个女孩在3年后觉醒为1级猎人，是大名鼎鼎的冰魔女，但现在她却只是一个会被叔叔欺负的小女孩。我带着溥仪灵来到了一家烤肉店，虽然她就在烤肉店打工，但看上去好像不常吃肉的样子。我告诉她我觉醒的技能是可以让别人觉醒，而她至少可以觉醒为 B 级以上的猎人，而且我背后还有海渊公会，可以帮她以猎人的身份占据一席之地。随后我伸出右手，询问她要不要跟我签约，成为猎人。溥仪灵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猎人，一时间被我的话惊到了。我趁热打铁，直接从物品栏中拿出合约纸，
写下了签约合同。我的合约很简单，条件只有跟海渊工会签约，对我的技能保密，最后就是要担任我1年的保镖。蒲一林看了看合同，突然说：“让一个孩子保护你，你都不觉得丢人的吗？”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强颜欢笑地对他说：“这有什么可丢人的？我只有 F 级，你觉醒之后会比我强大的很多的。”蒲一林看完之后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醒之后可以独自生活吗？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蒲一林立马就打算在纸上签约，我却一下子拦住了他：“你得好好确认条款啊，合同上没写你的条件啊，你这么随便就签名，万一被人敲诈了怎么办？合同应该好好调整，你还小不熟悉这些事，所以你现在还需要监护人。”我的话似乎戳到了蒲一林的痛点，万一监护人也敲诈我们，什么调整合同，他肯定会全都敲诈走的。正在这时，一个男人闯进了店里，正是刚刚和蒲一林吵架的叔叔。他一把就抓住蒲一林，粗暴的想要把他抓回去，却被我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手。看着他叔叔恶劣的态度和他全身上下破旧的衣服，我似乎明白了蒲一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原来你会说有监护人还不如没有，是因为你的监护人就是这副德行啊！我的话一下子点燃了蒲一林的情绪。没错，他简直太恶劣了，他霸占了我父母所有的遗产，却连1分零花钱都不给我，雨伞坏了也不给我买新的，我只好一个人披着塑料布出门。蒲一林的突然指控让叔叔觉得很丢人，一把就推开了我，恶狠狠地想要冲上去教训教训他，我却突然伸腿绊在了他的脚上，让他直接就摔了个狗啃泥。我却一脸无辜地说：“你怎么不小心点呢？刚才打翻了汽水，地上可滑了。”叔叔气得要死，刚想骂人，我却一把抓住他的脑袋，慢慢地靠近燃烧的烤炉。我小声地趴在他耳边说：“你敲诈一个小孩都不觉得羞耻吗？要是你再敢随意对待那个孩子……”我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叮叮哐哐的响声。金城汉慌忙地跑了进来，对我大喊：“危险，快躲起来，有怪物！”此时的小吃街里已经乱了套，附近的地下城破裂了，无数只巨大触手到处肆虐，触手上长着数只眼睛，还有着令人恐惧的巨大口气。金城汉一拳打在地面上，施展出极防御技能大地之盾，一道巨大的屏障轰然出现，挡在了怪物的前面。金城汉说他来抵挡怪物，叫我快跑，说着他便纵身一跃冲了上去。虽然身为 A 级猎人的金城汉破坏力十足，但这些怪物只有触手没有本体，摧毁触手对他来说不痛不痒。对付这种怪物，只有用范围性杀伤技能将他们同时摧毁才行。但金城汉却是专业的防御猎人，所以并没有这样的技能，他只能边打边退。很快一些触手就越过了屏障。正在这时，逃跑中的蒲一林却踩到了自己的鞋带，一下子摔在了地上，可他旁边的叔叔却头也不回地跑走了。此时几道触手就朝着落在人群后面的蒲一林袭来。正在这时，我再次出现，挡在了蒲一林的身前，用一张桌子挡住了触手的攻击。我拉起蒲一林的手，拔腿就跑：“快走，我们去避难所。”而我则打算返回去帮金哲汉，他是一名防御猎人，根本没有范围性杀伤技能，太不适合对付这种怪物。蒲一林却突然拉住了我，他想让我帮他觉醒，这样他就可以去帮忙战斗了。我却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以为你一觉醒就能熟练战斗吗？我是想让你安全觉醒，并没有打算立刻让你参与这样的实战。这里我们这些大人会看着办的，你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跑了回去。虽然我的实力只有 F 级，但我可是已经有着5年地下城经验的老猎人了。金哲汉看到我十分的吃惊，他说着这里很危险，叫我离开，可我却没时间和他废话，叫他一切听我的，快用盾牌技能。我们来到了他刚刚建立的屏障之上，我叫金哲汉再次发动大地之盾技能，金哲汉一拳砸在地上，金色的法阵展开，瞬间数道石墙拔地而起，直接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将触手怪包裹在了其中。这样一来，它便变成了一个整体。之后再用我提前在猎人协会买好的1级剧毒道具黑毒乌丸，只要在防御层里引爆这个，再关闭防御层，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可我进入防御层内，却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哪里去了？这时我背后的下水道里，触手怪突然冒出，直接缠住了我的脚，把我抓了起来。我去，原来他们从下水道跑出去了。因为地下城里没有下水道，所以我没想到啊。这时拿着路边大遮阳伞的蒲一林却突然出现，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挥舞着遮阳伞对着触手怪一通乱打，竟然让他松开了触手，把我给丢了下来。我赶紧和蒲一林撒腿就跑。我不是叫你躲起来吗？你一个普通人，这是在干什么？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小女孩给救了。我赶紧和蒲一林一起玩命逃跑，我边跑边朝他大喊：“我不是叫你躲起来吗？你一个普通人，这是在干什么？”谁知他也不甘示弱地朝我喊着：“大叔，你也不过是 F 级，你这是在干什么呢？”我赶紧对他说：“你现在还小呢，不应该参与这样的战斗。”蒲一林却说：“就是因为我还小，所以才更需要力量。刚才大叔救我的时候，让我很安心，有一种原来这个人是真的想要保护我的感觉，但却也让我更加气愤，因为我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只能指望着别人来保护我。所以我想变强，不会因为年纪小什么都做不了，也不用焦虑谁会来保护我。我想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所以大叔，你告诉我吧，我到底能变得多强？”蒲一林的这一席话让我陷入了沉思。这个女孩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坚强。此时触手已经将我们的去路封死，将我们团团包围在其中，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看来只能这样了。
我一把抓住了溥仪灵的手，有希望的萌芽技能被触发，一阵蓝色冰晶瞬间爆发开来，发出了轰隆的巨响，包围住我们的触手直接就被炸开。刚刚赶到的金城汉震惊了，这是什么情况？此时弹窗出现，觉醒者溥仪灵已注册完毕，发动冷却技能，冰冷的叹息。溥仪灵一脸兴奋地对我说，显示我是 S 级耶，还有好几个技能。刚刚觉醒的溥仪灵十分的兴奋，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触手再次向他袭来，我刚想提醒他，他的手却已经被触手缠绕住，谁知下一秒他一拳打出，直接就将那个触手怪打飞了出去。触手怪像一滩泥一样撞在了墙上，扣都扣不下来。我和金城汉都惊呆了，这就是 S 级的威力吗？溥仪灵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自信心爆棚，还找金城汉借来了武器，手握长枪，一股强者的气势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他发动技能赫尔墨斯的鞋子，他的速度暴涨，瞬间就来到了触手怪群中，手中长枪一挥，数根触手便被齐齐斩断。然而不光是触手，要不是有着金城汉帮我抵御，我都要被他强者的气势压死了。我赶紧大声向他抗议，溥仪灵尴尬地朝我笑了笑，连连道歉，说他现在还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我看着远处的溥仪灵，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原本是被称作冰魔女的猎人，但谁能想到，此时的她竟然只是个会露出这样的笑容的孩子。我万万没想到，原本是 A 级猎人的冰魔女，如今竟然觉醒成为了 S 级。难道是因为我的技能效果，让她的觉醒等级提升了吗？此时的溥仪灵刚刚觉醒，没有任何的战斗经验，这种触手怪要用范围攻击的技能，一次性消灭才行。我大喊着，问他有没有范围攻击的技能，旁边却突然传来了弟弟韩玉宪的声音，那个就交给我吧。他大手一挥，标志性的紫色火焰就在他的手中出现。他走到了我们身前，紫色火焰在他手中瞬间爆发开来，朝着前面的触手怪灼烧而去。与溥仪灵不同，以弟弟对力量的精准控制，他的技能没有波及到其他任何人。紫色火焰很快就在触手怪中蔓延开来，燃起了熊熊大火。还准备大显身手的溥仪灵大吃一惊，什么情况？竟然能一下子把他们全烧了。看到弟弟又赶来救场，我有些心虚。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肩膀，你知道我在赶来的路上有多担心吗？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在外面乱晃。我赶紧叫他别担心，我已经找到了。我伸手指向了溥仪灵，新鲜出炉刚觉醒的 S 级猎人，我已经决定跟他签约了。怎么样？如果是 S 级保镖的话，你应该没有不满了吧？弟弟看了看溥仪灵，有些惊讶，他好像还是个孩子吧？他的监护人呢？这话把我问住了。他的监护人有点问题，所以我决定自己来当他的监护人。溥仪灵一听我准备当他的监护人，十分感动。然而弟弟却坚决不同意，一把就把我拉了回去。哥，你为什么要去管别人啊？哪怕是为了哥的安全，我也不同意。高级觉醒者向等级低的监护人施暴的案例可不止一两起，况且 S 级怎么可能乖乖听 F 级的话呢？万一他把哥打了怎么办？溥仪灵无语了，一脸愤愤不平地说，我才不会打他呢，我很善良的。弟弟韩玉宪怒气冲冲地说，与其让我哥来当你的监护人，还不如我来当。溥仪灵也毫不服输，我不要，大叔已经答应我他要当了。俩人吵得不可开交，让我在旁边根本插不进去嘴。这哪里是两个顶级猎人，分明是两个争宠的小孩子嘛！你敢相信吗？这两个未来世界顶尖的 S 级猎人，竟然在我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弟弟伸手就把我夹在了腋下，说要带我回家。溥仪灵却抓住了我的胳膊，不让我离开。我 F 级脆弱的身体哪里经得住两个 S 级觉醒者的拉扯？只听咔嚓一声，我的胳膊好像断开了。俩人知道闯祸了，一下子都消停了。我伸手一指弟弟，脸色严肃地说道，韩玉宪，哥哥我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监护人的问题是意林的事情，你凭什么插手？而且你身为工会会长，我找来了 S 级猎人，你不是应该高兴吗？随后我又伸手指向身后的金哲瀚，还有为什么要回家？这里都不用收拾吗？金城汉先生还在可怜巴巴地等着呢。作为工会会长的你赶紧先去工作呀。弟弟见我好像生气了，这才老老实实的先去处理这里的善后工作了。见弟弟被我骂走了，溥仪灵像个胜利者一样站在我身后，还一脸气愤地说，海渊工会会长什么情况？跟我以前所了解的形象完全不同吗？好家伙，以为他就没事了吗？我转身一指，叫他不要吵，老老实实坐过去。我将他刚刚跑掉的鞋子捡了回来，一边俯身帮他穿上，嘴里一边骂着他那个混蛋叔叔，竟然给他穿这么破的鞋子。溥仪灵脸上笑开了花，你觉不觉得这种情况有点令人心动啊？电视里不是经常会有？溥仪灵话没说完，便发现有只苍蝇落在了我的头上，抬手一巴掌就朝着苍蝇打过去，连带着把我也给拍飞了出去。我去，何止是心动啊，简直是让人心脏砰砰直跳。溥仪灵赶紧连连向我道歉，我之所以想要帮他，是觉得他遇到的很多事情我都能感同身受。父母过世后，我和弟弟也过得很辛苦，我那时也在想，如果能有可靠的支撑就好了。虽然我可能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可靠，溥仪灵却笑嘻嘻地说，我觉得大叔很可靠啊，总之以后就拜托你了，监护人大叔。我抬头看着溥仪灵微微一笑，虽然我无法像你父母一样爱你，不过溥仪灵，我爱你哦。此时弹窗出现，觉醒者溥仪灵已被关键词感化。就在刚刚，我对溥仪灵说出了我爱你，达成了系统要求的关键词。溥仪灵红着脸扑哧一笑，干嘛突然说这么肉麻的话呀？无论如何，我和溥仪灵签订监护人协议的事情
就算是定下来了，但还有一个大麻烦没有解决。此时溥仪林的叔叔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知道了溥仪林觉醒 S 级的事情，立马就虚伪地对溥仪林嘘寒问暖了起来。但一听到溥仪林说要跟我签约，并从家里搬出来后，他就又露出了本色，满脸暴怒的坚决不同意。我却直接拿出了手机，里面录下了他刚刚在烤肉店说的话，再加上店里的监控视频，可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监护人。然而他怎么会那么轻易放过手里会生钱的金蛋，一直还喋喋不休地与我吵个不停，甚至想抢我手里的手机。被我躲过后，便恼羞成怒地抓住了我的衣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并不想和他动手。谁知这时溥仪林却愤怒的一把将手里的雨伞插在了地上，把我和他叔叔都给吓到了。我赶紧提醒他，觉醒者是不能对普通人动手的。然而溥仪林没有动手，而是笑嘻嘻地玩弄着手中雨伞。那么一把大伞直接被他轻松折成了两半。虽然他一直露着笑容，但他身上流露出的压迫感却让他叔叔感觉就像是一头猛兽站在了他的面前。还好我发动了抵御恐惧的技能，才没有受影响。这压迫感不愧是 S 级啊！溥仪林将手里的雨伞揉成了一团，随手丢在了地上。他的叔叔已经被吓傻了，扑通一声跌坐在了地上。溥仪林俯身把头凑到了叔叔的耳边，低声地说：“我本来想把我所遭受的悉数奉还给你的，但我现在打算就这么算了，因为无关紧要。叔叔，你不值得我在意。”随后他直起身来，居高临下的继续说着：“以后你也要一直这样无关紧要下去，不然我可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万万没想到，本来只是想去签约未来的1级猎人冰魔女，却一下子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溥仪林还直接觉醒成了 S 级。不过还好，现在溥仪林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弟弟韩玉宪已经派人给了他叔叔一笔钱，叫他签下了以后不会再接近溥仪林的协议。我们来到了溥仪林使用的训练室，没想到本来设计时就能承受 S 级力量的训练室，竟然被他破坏的惨不忍睹，就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此时的溥仪林一拳打在地面上，地面的石板立刻皲裂开来，四周乱石飞溅，一脚踏在地上，一道道黑色阴影立刻朝周围蔓延开来。当黑色阴影蔓延到我的脚下时，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动不了。很快黑色阴影就将我的全身包裹住了，我感觉自己浑身的力量都被抽去，顿时就倒了下去。弟弟赶紧抱着我大喊：“哥，你不要死啊！”此时一心训练的溥仪林才发现我们的到来，我看着面前的一头利落短发、青春靓丽的溥仪林，都有些不认识了。弟弟说造型师给他做了新造型，毕竟他现在是 S 级猎人了，还有电视台的人要来采访他。溥仪林说他正在试各种技能填写资料，等下要把注册资料提交到猎人协会。作为 S 级猎人的溥仪林拥有4个技能，除了之前用过的冷冻技能冰冷的叹息和可以飞行与短距离瞬间移动的赫尔普斯的鞋子，还有无影之咒是个范围性的 buff 技能，可以使想要的能力值和属性技能效果大幅增长，还可以吞噬对方的影子，减缓对方的动作，增加相应的 buff， 也就是说可以吸收周围的力量变得更强大。刚刚就是这个技能把我的力量都抽走了。还有最后一个技能叫白色尸体，可以从尸体上套取情报。我告诉他，注册时没必要写清所有技能，要留一手比较好。我在他的注册资料上修改，把白色尸体技能隐瞒了，其他技能的效果也只写了个大概。溥仪林一脸崇拜地抱住了我的胳膊：“大叔，你真的懂好多呀，像专家一样。”谁知弟弟却一下挡在了我的身前。我哥是为了我才去查各种资料，对这些很了解的，所以请你注意保持距离。随后俩人又喋喋不休地吵了起来。这两个家伙怎么回事？怎么一见面就吵架呀？我万万没想到，金城汉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竟然是带我来酒吧。金城汉说工会里的年轻猎人都喜欢来这里，所以他才带我来的，还叫我放松一点，不要有负担。可他对我的态度突然这么好，让我慌得不行。我赶紧问他带我来这里是有什么事。金城汉却说他想跟我道歉，他说之前一直看不惯我，觉得我会是弟弟前途上无用的绊脚石。我有些懵，难道是打算先道歉后找茬吗？谁知金城汉却笑着继续说，不过是我误会了，韩玉晨先生，你是个好人，地下城破裂的时候，你执意要回来帮我，不仅得到溥仪林小姐的信赖，拿到了签约，而且还解决了可能会成为后患的监护人问题。今天你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朋友，所以我觉得你是个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是我误会了吗？他是真的打算跟我道歉的呀。我突然冒出了个想法，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他搞好关系，然后说出关键词啊？有了这个想法，我便开始和金城汉推杯换盏了起来。毕竟这么羞耻的话，也只有喝醉了才能说得出来。因为有了这些天的事，金城汉猜测我之前被觉醒代理人骗，是不是也另有打算？那时的我还没有重生，当然是真的被骗了呀。但我还是故作高深地说，我本来是打算单独调查一些事情的。酒过三巡，金城汉也跟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原来金城汉从小就没有父母，是祖父把他养大的。爆发地下城危机时，他也是在保护祖父的时候觉醒的。在他祖父去世前，弟弟韩玉宪帮了他许多，甚至还帮他从国外聘请了专业的看护治愈者，所以金城汉才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我们聊了许多，酒也喝了许多。金城汉说没想到我酒量竟然这么好。这时我才发现桌上已经一堆酒瓶了，我什么时候这么能喝了？这时我才想起我那个抵御毒的技能，难道是因为这个技能，所以我现在喝多少都不会醉吗？我可不想清醒地说出那种关键词啊！我对着抵御毒的图标一顿乱点，没想到竟然真的被我关掉了。
哐当一声，我手中的酒杯掉在了地上，在关掉抵御毒的一瞬间，酒劲就上来了，我的脸顿时变得通红，咚的一声就趴在了桌子上不省人事了。当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喝太多了，现在简直头痛欲裂的。这时我却看到金承汉端着洗脸水就走了过来，看到他的一瞬间，吓得我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我去，我什么时候换的睡衣啊？金承汉为什么一大早就跟我在一起啊？而且我昨晚什么时候对他完成的感化呀？这时金承汉却一脸温柔地对我说，你不记得昨晚的事情了吗？看来你的宿醉很严重，我帮你看看吧。我万万没想到海渊公会的新手猎人教育居然这么恐怖。人事组长石时明递给了我一张通知单，随后我、蒲一林、刘明宇三人就被丢到了实战训练的房间里，每个人手里只有一杆长矛，而在对面是黑压压的一大群怪物，正在朝我们狂奔而来。我震惊了，哪有这样的？这不是基础训练吗？一般不都是每个人干掉一只就行吗？石时明却在观战台用广播对我们说道，这项练习就是为了熟悉怪物，见到的怪物越多，熟悉的不就越快吗？此时身为 S 级的蒲一林却十分的兴奋，猛地就朝那群怪物冲了过去，还叫我别担心，他会将怪物都除掉的。只见蒲一林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面对袭来的怪物，一枪一个毫不手软。他攻击时爆发出的强大能量，就连站在后面的我和刘明宇都有些承受不住。蒲一林看着被自己刺穿成一串的怪物们，兴奋地问我，这个放在烤盘上烤会好吃吗？我有些无语，这算什么职业病吗？这是一个踏着高跟鞋的女人走进了石时明所在的观战台，只不过是基础实习而已，你就让他们对付那么多怪物，会不会太危险了？石时明却推了推眼镜，不用担心这个，我反而担心没剩下什么怪物可以给那两个人练手呢。没过多久，那群怪物就被蒲一林全部消灭，怪物的尸体都跌成了一座小山。蒲一林还使用冰系技能把他们冻住，问我像不像圣诞树。这时尸堆一阵蠕动，一只怪物居然没有死，从尸堆地下钻了出来，猛地就朝离他最近的刘明宇扑了过去。这可把生性胆小的刘明宇快要吓死了。我朝他大喊，叫他直接出枪刺怪物。然而刘明宇却把手中的长枪一丢，转身拔腿就逃，嘴里还大喊着救命，他都要哭出来了。我果然还是干不了这种事情啊！但那只怪物却没有想放过他，再次猛地朝他扑了过去。我见状赶紧冲了上去，直接将刘明宇扑倒。怪物从我们的头顶掠过，猛地撞到了地面上。你敢相信吗？这个男人居然被一只 F 级怪物吓得拔腿就跑，幸好我冲上去扑倒了他，他才没有受伤。我有些气愤质问刘明宇，怎么能把武器扔了呢？这种怪物是名为赤鼠的 F 级怪物，他的视力很弱，一般就只能径直前进，所以就算只是把枪向前刺也能打败他。此时石时明正在观战室关注着我们的动态，他这次一次性放出这么多怪物，其实也是想看看我会如何应对。他觉得我相比于一个新手猎人来说实在太过老练了，所以他猜测我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但这些我并不知道。此时我正握着长矛准备应对冲过来的赤鼠，刘明宇看着我镇定的模样十分羡慕，你果然很厉害，一点都不害怕，简直就像有好几年经验的猎人。刘明宇的话突然提醒了我，如果我顺利制服了怪物，应该会显得很可疑吧。想到这里，我也把手中的长矛一丢，任由赤鼠冲过来一口咬住我，还装模作样的对刘明宇说，我也害怕呀。这让在楼上观察的石时明一阵无语，打消了怀疑的念头，怪物都被消灭，我们走出了实战训练的房间。虽然是我受了伤，但刘明宇却被吓得腿软，还要我搀扶着才能走得出来，看来他是真的不适合战斗啊。旁边的蒲一林却一脸的兴奋，他刚刚把技能都试了个遍。这时石时明走了过来，他扶了扶眼镜说道，你们已经顺利完成了基础实习，蒲一林小姐自然是无比出色，你们两位可以说是没救了。他这话把我气得够呛，石时明却根本没理会我的抗议，转头说道，明天将按计划进行理论教育，这位是负责为你们上课的石和岩教授。一位手里拿着文件，戴着黑框眼镜，充满知性气息的女人走了过来。蒲一林有些惊讶，这么年轻居然就是教授了。我也很惊讶，因为这个人我认识，他是地下城学的权威，发现了地下城生成规律的年轻天才。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人居然是人事组长石时明侄女。石和岩笑着朝我伸出了右手，因为研究需要，所以我暂时会待在海渊，以后我们应该会经常见面，请多多关照。我的脸顿时就红了，伸手握了上去。什么情况？这个剧情走向，难道我也要拥有粉红色的青春了吗？地下城第一次出现在世上，所有人都像刚发现火的原始人一样，只是好奇地窥探着，却不敢贸然闯入。而这些没有人攻略的地下城，因过度饱和接连爆发，怪物们蜂拥而出，这便是地下城破裂。但在这样的危机中，有许多人成为了觉醒者与怪物战斗，此后还运用新能源模式，开发了新物质及新技术。人类正快速地适应着变化后的世界。为了管理觉醒者，世界各国新设了猎人协会，大部分猎人隶属于协会或者工会，而国内的 S 级猎人主要跟企业联手建立大型工会进行活动。讲台上的石和岩教授正在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三个进行着新手猎人理论教育。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学习猎人知识，虽然很多我都知道，但这样听又有一种新的感受。只不过石和岩讲的是5年前的资料了，所以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这时我才发现，石河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面前。你现在的眼神就像我们专业的教授一样，是因为有不对的地方吗？我被他吓了一跳，没想到居然被他看出来了。我只能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出了后世结论。现在的资料对于觉醒技能的说法是，面临危机时为了自我保护而显现的，但技能只是根据天赋和环境发生改变的。我还列举了许多后世总结的证据。石河岩听完我的话，低头沉思了一会，突然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满脸兴奋地对我说，你是在做什么个人研究吗？怪不得叔叔会对你另眼相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下课后我们再聊一会儿吧。石河岩突然的热情吓了我一跳，我赶紧转移话题，问旁边的蒲一林有没有什么要问老师的。蒲一林笑着说，我好奇 S 级能赚多少钱。石河岩歪着头哈哈一笑，随后竟然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撒币的玩具枪，他扣动扳机，许多玩具钞票飘散而落。S 级猎人每年光是底薪就有100亿，这话让蒲一林立马变成了星星脸，我却有些无语，这难道是他特地准备的吗？石河岩一边继续撒着币，一边说道，待遇好也是应该的嘛，因为 S 级猎人在世界各国都是屈指可数的，他们要在极其可怕的高级地下城里与怪物们战斗，而且他们从 S 级地下城里拿回来的副产物也有极高的天文学价值，从魔石到珍稀动植物、果实，有时甚至还会带回活着的魔兽。我万万没想到，弟弟韩玉宪居然从 S 级地下城里带回来了一只火焰角狮的幼崽。这种高级魔兽不仅技能值极高，速度极快，而且还拥有强大的火焰技能，即便是 S 级猎人也很难独自对抗。弟弟想试试能不能驯服他当骑乘兽，可现在这个小家伙跳到了衣柜上，一点被驯服的迹象都没有。弟弟叫工会里拥有驯服技能的猎人都尝试驯服了，甚至拿到了主人的象征，这是可以使用对象将持有者认作主人的道具。弟弟手持主人的象征，命令火焰角狮下来。火焰角狮听到命令愣了一下，浑身都颤抖了起来。我们还以为有效果了，然而下一秒他就奶声奶气的吼叫着，一下子朝我们扑了过来。弟弟赶紧挡在了我身前，叫我后退，接着大手一挥，一道紫色的火焰就朝着火焰角狮烧了过去。猛烈的火焰将角狮笼罩，然而火焰攻击对火焰角狮根本没用，他依旧朝着弟弟扑了过来，伸出他的小爪子对着弟弟一顿抓挠，最后脸上破相，衣服也被抓破的弟弟还是抓住了他的后脖颈，随后就将他关在了外面的庭院中。没想到有主人的象征辅助，还是驯服不了他。弟弟本来也没抱太大的希望，现在只能处理掉他了。我使用有希望的萌芽查看了一下它的属性，火焰角狮幼体，目前能力值等级 C， 可成长的能力值等级 A 到 S， 技能抵御火焰，成长后可获得火焰呼吸、火焰疾走、巨大化。好可惜啊，要是能驯服的话，它正好适合弟弟，但即便是5年后，也没有能驯服这种怪兽的人。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行字，对象目前处于未经关键词感化状态。我有些震惊，难道感化技能对怪兽也能用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弟弟不就可以？我询问弟弟其他工会有骑乘兽吗？弟弟说有是有，但全都是低级骑乘兽，没有这种高级怪兽。我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我可以试试养它吗？我的内心十分兴奋，说不定就要赚大了，也许它就是全世界唯一的高级骑乘兽。就在刚刚，弟弟韩玉宪从地下城带回了高级魔兽火焰角狮的幼崽，但他却野性十足，就算弟弟拿着主人的象征，也没有将它驯服。弟弟便打算趁它还小，把它解决掉。这些魔兽是原本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怪物，在出现地下城后变成了现实。虽然他们大多都是要打败的对象，但也会有被成功驯服的罕见情况。骑乘兽则是其中极其珍贵的存在，因为越是高级的地下城就越大，所以如果有骑乘兽的话，会变得非常有力。而且火焰角狮还有抵御火焰的技能，正合适当做弟弟的骑乘兽。如果是其他骑乘兽的话，可能根本承受不了弟弟 S 级的火焰能力，还没等上去作战就被烤熟了。火焰角狮不仅仅可以抵御火焰，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高级骑乘兽，只要好好驯服，就能获得不可侵犯的力量。这些弟弟也非常清楚。可火焰角狮现在虽然还是幼崽，可它却攻击性十足，时刻都是一副要拼命的样子。弟弟问我打算怎么驯服它，我微微一笑，就先从食物下手。如果喂它吃好吃的，肯定能讨好它。可弟弟却说他要吃怪物的肉，还要跟魔石混在一起他才肯吃。一顿饭要吃1块 C 级魔石，我当时就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1块 C 级魔石的价格可是1000万啊！我忍痛在切碎的怪物肉上撒上了魔石粉末，做出了一份饱含我的诚意，也饱含我的财产的豪华魔兽饲料。看着火焰角狮吧唧吧唧的吃着饲料，我感觉我的心在滴血。哪怕一天只吃1顿，1个月也要花3亿，1年就是36亿6千万。如果一天吃3顿，1年就是100亿。旁边的弟弟叫我振作一点，饲料钱他会出的。虽然十分肉痛，但看着他摇头晃脑吃饭的样子，还真是挺可爱的。如果我跟他说关键词，他能听懂我爱你吗？也不知道我每次喂他吃饭时，都对他说我爱你，能不能感化他？
我推开庭院的门走了进去，还是先获得他的好感再说吧。我万万没想到，养一只高级魔兽竟然这么费钱，1年就至少要几十亿的花费，而且等它长大，肯定会吃得更多。还好弟弟韩玉宪说饲料钱由他来出，我打算先获得火焰角狮的好感。我打开庭院的大门走了进去，刚刚还在安静吃饭的火焰角狮，一看到我靠近，立马一脸凶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赶紧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 B 级腰带，他一口就咬了上去。我打算喂饭后，再用陪玩的方式跟他亲近起来。我可是专业打工人，宠物医院的兼职也做过的，像这样陪小动物们玩拔河游戏，他们都可听话了。可是我没想到，和火焰角狮玩拔河游戏有点要命啊！他咬着腰带，一顿摇头晃脑的，把我整个人都甩了起来。弟弟一脸紧张的冲了进来，我从地上爬了起来，叫弟弟不要担心。我拿出主人的象征，伸到了火焰角狮的面前。原本一脸凶狠的他，突然就变得温驯了起来。我的脑海中一个声音响起，称号完美的养育者，强化了主人的象征的效果，对象对养育者表现出好感。火焰角狮一改之前的面目，甚至在地上撒娇的打着滚，这也太可爱的吧！感觉我的心脏都被融化了。之后我和他互动，他都一脸温驯的配合着，可弟弟伸手过来，他却一口就咬了上去。我赶紧教训他，叫他不可以随便咬人，可他却瞪着大眼睛，一脸无辜的看着我。弟弟是 S 级，并没有被咬伤，他笑着说：“你帮我好好养吧，就算当不了骑乘兽，能保护哥也行。”小火焰角狮确实太可爱了，我赶紧和弟弟保证我会好好养的。比起给人洗脑，还是感化怪兽更好。如果能成功的话，我是不是要多感化几只怪兽幼崽留在身边？那我的称号会变成魔兽师之类的吗？感觉还有点帅呢。随后我便打算带着火焰角狮回到公司的宿舍，因为明天还要和蒲一林、刘明宇俩人一起进行新手猎人教育的最后一项地下城实战练习。我和弟弟约定明天结束后在一起喝一杯，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在一起喝过酒了。可我没想到，第二天地下城的入口处被围观群众和记者们包围了，还有警察来维持秩序。因为 S 级明星猎人韩玉宪也来到了新手实战练习的地下城入口。你敢相信吗？只因为 S 级明星猎人韩玉宪的到来，一个普通的地级地下城门口居然挤满了粉丝和记者们。2个 S 级猎人聚在一起的场面可不多，许多记者们对着韩玉宪和蒲一林不停地按着相机的快门。一个记者对着韩玉宪发出了提问：“您是要亲自辅助蒲一林猎人首次攻略地下城吗？”韩玉宪非常官方地回答道：“因为这是新的 S 级猎人第一次进地下城，所以我想亲自带领他，这也是我作为前辈 S 级猎人和工会会长该做的事。”而一旁我和刘明宇2个 S 级猎人自然不会有记者理会。我看着弟弟韩玉宪和蒲一林俩人，突然想到这2个确实是非常理想的组合，一个火一个冰，2种相反的属性，再加上刘明宇的装备制作技能和金城汉的 S 级防御技能的话，还真是期待他们未来并肩作战的场景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进入地下城，海渊工会会免费借给我们装备，但在攻略完成后需要归还。海渊工会不愧是大型工会，各种武器琳琅满目。旁边的刘明宇看着各式各样的装备也是十分欣喜，但一听到工作人员说如果装备损坏了需要赔偿，刘明宇吓得立马就弹开了。他可是未来会做出比这些装备好几十倍的人。我叫他别怕，还拿了个不错的高等级武器递给了他。恢复药水因为是消耗品，所以如果不是工会成员的话是需要付钱的，所以我便让是海渊工会成员的蒲一林拿了许多恢复药水，到时候需要的话就可以分给我们。蒲一林拿起了一个造型十分浮夸的大斧子，打算把它作为武器，可他是以技能为主要手段的猎人，我便叫他拿一把和我们一样的长枪就好了。不远处还在接受采访的韩玉宪听到我的话陷入了沉思。石组长说的没错，作为一个新手猎人，他的知识的确太渊博了。随后他便露出了十分温柔的笑容，哥他肯定是因为担心我这个弟弟，所以努力收集了很多猎人相关的信息。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来到了地下城的入口。这是个危险度较低的地级地下城，在猎人进入1个小时后门便会关闭，除非猎人清除里面的所有怪物，或者里面的猎人全军覆没，否则门是不会打开的。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用弟弟手中的石门可以逃脱，但石门是非常稀有的道具，国内都没有几块。此时我看着面前的传送门有些恍神，被人当成垃圾，在地下城里摸爬滚打的日子还宛如昨日。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没有沉重的债务，也没有挨骂，现在我就要跟欢迎我的人还有我的弟弟一起在地下城里并肩战斗了。现在不会再有那样的未来了。想到这里，我兴奋地跑向同伴们，和他们一起进入了地下城。蒲一林一进入地下城便十分的兴奋，他头一次见到这样的风景，像是另一个世界一样。可弟弟韩玉宪却拔出了长剑，一脸严肃地说道：“我们不是来玩的，别搞得像是来郊游一样。”随后他将紫色火焰附加到长剑上，一剑就劈了出去。一片美丽的草原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蒲一林当时就抓狂了，质问他干嘛要这样，不知道保护环境吗？我赶紧劝他不要激动，叫他看看那边有什么。只见那片被烧焦的草地上散落着被烧焦的怪兽尸体。弟弟韩玉宪非常臭屁地收回了长剑。进入地下城后，首先要做的是确保安全。你们理论课上连这种最基本的知识都没学吗？蒲一林尴尬地摸了摸脑袋，这些我们当然学了呀，只不过我没有范围技能罢了。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来，通过打怪升级，一般每升10级会获得一个新技能，能获得什么技能是不确定的。但作为溥仪灵的养育者，我可以帮他选择获得什么技能。前世冰魔女溥仪灵的代表技能苍白之语，就是个范围技能，我当然要帮他先选择这个技能。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旁边窜了过去，韩玉宪和溥仪灵同时转头，溥仪灵一脸兴奋的朝着怪物就冲了上去，韩玉宪也不甘落后，挥舞着长剑一同追了上去。2个 S 级猎人同时出手，那只怪物的下场可想而知。在后面的我看到这一幕十分无语，理想中2个人亲密共事的未来真的会实现吗？这个男人虽然只是一名最低级的 F 级猎人，却有着强大的完美的养育者称号，这让韩玉宪和溥仪灵2个 S 级猎人争着抢着将奄奄一息怪物送到我的面前来让我补刀升级。刘明宇在旁边惊叹，他们都好厉害啊，一个人给怪物冻住了，一个人给怪物烤熟了，我则一边补刀一边收集怪物们掉落的魔石，这东西可值不少钱呢。我还叫刘明宇赶快来一起杀怪升级。刘明宇一直以来都十分缺乏自信，他有些害怕自己就算升级也无法获得好的技能，但可以看到他天赋的我却完全不担心这些。只要他升到10级 SS 级的制造技能就会出现了。但是我仔细一看，这个黄金智方的主人掌握条件除了达到10级以外，怎么还有个打魔刃具1万个？这是什么情况？这话根本不通顺啊！难道系统写错了？系统究竟从何而来？在未来也没有任何线索，因为它颠覆了世界，所以有很多人说这是神赐的奇迹。可如果是神的话，应该是不会写错字的吧？果然在刘明宇升到10级时也没有出现任何技能，我只能一边安慰着他，一边思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一个弹窗出现，找到了。对不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系统在跟我说话吗？我还来不及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弟弟韩玉宪和溥仪灵都朝我冲了过来。哥，危险，快闪开！韩玉宪一把抱住了我，将我死死地护在身下，而溥仪灵则手持长枪，提前一步使用冰魔法挡住了火焰的袭击。韩玉宪说这是来自 BOSS 的攻击，可我看着漫山的火苗，地级地下城的 BOSS 应该根本做不到这样的范围攻击吧？原来这座地下城的 BOSS 本是一只体型十分巨大的山羊，可就在刚刚，一只怪鸟突然出现，一口就将那只 BOSS 给吞了下去。原本打败 BOSS 就会出现离开的传送门，可现在门却没有出现。韩玉宪怀疑是这只怪鸟取代了 BOSS， 只有打败了它，才会出现逃生门。这是一只 A 级地下城才会出现的 BOSS 级怪物，可现在却突然出现在了1级地下城中，还将原本的 BOSS 吞了下去。他取代了原本 BOSS 的地位，只有杀了他，才会出现离开的传送门。这让韩玉宪有些慌张，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怪物，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厉害。他将手中的石门递给了我，叫我万一有危险，就拿着它先离开。突然出现的强大怪物，弟弟将石门交给我，叫我逃跑。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令我冷汗直流，难道弟弟还会像那时一样吗？想到这里，我将石门推还给了他。我不需要这个，那家伙没你厉害。这个怪物他们不认识，但来自未来的我却很清楚，它是2级怪鸟种金啄麦亚，是火焰属性1级地下城的 BOSS 级怪物。它的主要武器是火，弱点是背部和腹部，它的头骨更软，它还有一对备用翅膀，所以要一直攻击它的头部而非翅膀。弟弟韩玉宪十分奇怪，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可现在没时间和他解释那么多了，我叫他先解决了怪鸟，其他的等我们出去了再说。我绝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大家要一起出去。我叫溥仪灵用叹息技能设置一道屏障，溥仪灵立马发动了技能冰冷的叹息，一道雪花形状的法阵出现，将我们全部都笼罩在了里面。有了溥仪灵的保护，我叫弟弟放心去解决那只怪鸟，但是弟弟还是有些担心，将门石硬塞给了我，随后他就挥舞着长剑朝着那只怪鸟冲了过去。弟弟韩玉宪拥有强大的火焰抵抗能力，所以扛得住那只怪鸟的火焰攻击，而且他虽然没有飞行技能，但却有类似效果的技能，一定可以对付得了这只怪鸟的。此时那只怪鸟吼叫着朝着地面上的韩玉宪冲了过去，但韩玉宪早有准备，稍稍闪身便躲过了长灼的袭击，而这也是韩玉宪想要达到的效果。他趁怪鸟落在地面，挥起长剑，一剑就狠狠朝他劈了下去，这一剑直接就将他的一只翅膀斩断了下来，但他的翅膀很快就又重新长了出来。我十分不解，他为什么要斩翅膀？刚刚只要跳起来攻击他的脑袋，应该一击就能结束战斗了呀，只要用蓝色柳叶就能替代飞行技能了呀，难道他现在还没有那个技能？这不可能啊！此时与韩玉宪缠斗了半天的怪鸟却突然放弃攻击他，转而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袭来。这是一只火焰角狮的幼崽，可面对一只成年猛兽的袭击却丝毫不惧，电光火石间就完成了单杀，事后还十分淡定地舔舐着爪子上的血迹。目前他的体长已经长到了51厘米，体重也长到了11斤，较2天之前成长了将近2倍。而我则在一旁拍下了和平猎杀的这一幕。和平是我给他起的新名字，他不愧是高级魔兽，再加上我的感化技能，成长速度就是快。我兴奋地张开双臂，和平十分配合地朝我怀中跳了过来，只是这一下撞得我差点又一口老血吐出来。不过还好我早有准备，把能借的加体能和力量的装备都给借来了，暂时总算还是可以扛得住和平无意间对我造成的伤害。而我之所以在这里拍训练和平的视频，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的聊天中，我告诉弟弟韩玉宪，
我在升到了10级之后获得了新技能，因为暂时不能跟他透露我有感化技能的事情，所以我就骗他说获得了可以驯服魔兽的技能，而且还是个 S 级技能，可以适用于高级魔兽。弟弟听到我这话，顿时就打算拿绳子把我拴起来了。他觉得我一个 S 级猎人竟然拥有 S 级特殊技能，肯定会遭到许多人的觊觎。但我之所以告诉他这个技能，就是因为我不想隐藏了。我想给海渊公会的成员提供高级骑乘兽，甚至可以提供给其他 S 级猎人。以前下地下城只能走路，现在却有了坐骑，这个技能完全可以改变攻略地下城的形式。如果骑乘兽数量增加，攻略地下城的效率提高的话，地下城破裂也会相应减少，世界会变得更加安全。最主要的是，按照系统要求，我需要攒够50个 S 级，而比起给人洗脑，我觉得还是感化魔兽更好。所以这次拍摄的训练视频，就是为了推广我训练魔兽的能力。不过训练魔兽是真的累，没一会我就瘫倒在了地上。正在这时，海渊公会的人事组长石石明突然走了过来，与以往一见面就冷嘲热讽不同，这次石石明对我一反常态，甚至对以前恶劣的态度鞠躬表示抱歉，并且死死地拉住我，叫我一定要加入海渊公会，搞得我十分无奈。就在刚刚，海渊公会的石石明死死地拉住我，叫我一定要加入海渊公会。他说之前是自己有眼无珠，现在我展现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再加上新技能，一定能给海渊公会带来新气象。我都无语了，洞察力个屁啊！我只是在未来看过答案啊。石石明见我还没有想要答应的意思，便又表示可以给我提供一切保障，包括魔兽幼崽的供给、饲料和饲养费用，还有其他一切要求都可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石石明这样卑微的姿态，当甲方的感觉就是好啊。不过就算他提的条件优渥，但我还是不打算答应他。毕竟弟弟韩玉宪已经答应过会替我支付饲养费用了，但是不以猎人的身份签约，我却可以以普通员工的身份与海渊公会签约。这样一来，我还可以为其他公会培养骑乘兽赚钱。最关键的是，我知道目前的海渊公会还不是国内最顶尖的公会，如果我和他们签署了专属合约，那后果不一定是他们可以承受得住的。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骑乘兽是多么令人眼馋的技能。有了坐骑，攻略地下城的效率可能可以提升几倍，对于高级猎人们来说，就相当于是出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呀。可是这种技能竟然被海渊独占了，其他公会会如何牵制海渊呢？肯定会有很多人觉得既然得不到不如毁掉。既然如此，看上去是无组织的猎人应该会好一点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只要保障我的安全，我就公平的给大家都培养一只。但我名义上还是海渊公会的员工，一些需要与其他公会交涉的事情也会交给海渊来办。听到我的话，石石明竟然笑了出来。对于我说的这些，他自然也可以预料得到，但其实海渊已经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只是他没想到我也能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石石明很清楚，这样一来，所有的视线都会集中在我个人的身上，而非海渊。他有些不清楚我到底是因为不了解高级猎人的世界，所以不知道那些视线的重量了，还是说这也是为了保护弟弟呢？但无论如何，石石明都非常清楚，从今往后3大公会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会向我集中过来。我万万没想到，在我培养魔兽的能力公布之后，弟弟韩玉宪立马找到了我。他说国内3大公会会长想要见我，并且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我知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肯定想要见我，却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着急。弟弟有些担心，因为我只是 S 级猎人，而那些会长可都是 S 级猎人，一般等级低的猎人就连面对他们都会很辛苦。不过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谈判的要求，毕竟那些可都是我未来的顾客们，不亲眼确认怎么行？当我踏入会议室的一瞬间，房间顿时鸦雀无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扑面而来。我赶紧开启了地狱恐惧的技能，才不至于被这股气息压倒。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就走了过来，还叫我伸手给他。我下意识地伸出了手，那男人却说，在谈判之前，他要先鉴定下技能。鉴定技能，我瞬间反应了过来，啪的一声，一巴掌打在他手上，趁机把手抽了回来。我完全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带技能鉴定师一起过来。要是做了鉴定，我的 L 级和 S 级技能不就要被公开了吗？那样的话我可就死定了。这时我怀里的火焰角是和平，感受到了面前这个男人想要对我释放技能，一改之前懒洋洋的模样，露出了一脸凶相。下一秒他就露出了爪子，扑到了墨镜男的身上。旁边猎人协会的会长十分惊奇，他没想到只有 C 级的幼体火焰角师居然就已经这么厉害了。正当我还在安抚着和平时，一个声音从我背后响了起来，他想要保护主人的态度就已经算是证明了，那就没必要再用鉴定技能了。这个女人是突破者工会的会长文贤雅，她露出和煦的笑容朝我走了过来。当我站起身来，才发现这个 S 级的女人体格也太健壮了一点吧。我才仅仅到她肩膀的高度，我不由得想到，难道以后 S 级溥仪灵也会长成这么高吗？就在刚刚，我第一次与国内3大公会的会长见面。突破者工会的会长文贤雅是个身材有些高大的女人，虽然是国内顶尖的 S 级猎人，却一点都没有架子，笑嘻嘻地问弟弟韩玉宪，如果培养出新的魔兽幼体，可以先给他们吗？白给韩玉宪当然不会同意，但他表示可以拿具有抵御寒气技能的最高级骑乘兽幼体来交换。文贤雅一听就知道了，韩玉宪这是在为溥仪灵准备适合的骑乘兽。这时旁边的 NKC 公会会长崔熙元说话了，
不过他却一开口就气势汹汹地吼道：“市面上的怪兽幼崽已经全都被海渊买走了，你现在说要交换，这合适吗？”韩玉宪对他的暴脾气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你们就去地下城里找来气承兽交换就可以了。崔熙元立马火冒三丈的表示，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气承兽的话，就拿海渊想要的东西来吗？这样的话还说什么是无组织猎人，实际上不就跟隶属于海渊工会完全没有区别吗？这时我缓缓站了起来，淡淡的说道：“如果我只想帮我弟弟的话，那我就只为海渊培养气承兽就好，为什么要来见你们？”崔熙元被我这话说得哑口无言，而我则继续说道：“我一次能培养的怪物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座的各位也跟海渊一样，会比全世界任何工会都先获得气承兽。这样来看，难道各位不是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吗？”我的话暂时平息了崔熙元的怒火，他老老实实的坐了回去。这时文贤雅一拍我的肩膀，笑呵呵的说道：“你不光技能厉害，也还挺会说话的嘛。”随后他把脸凑到了我的面前，低声问我有没有加入突破者工会的打算啊。不得不说，凑近了看，文贤雅长得可真漂亮。不过看着后面快要烧了会议室的弟弟，我赶紧对他表示我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的打算。当然，如果我亲爱的弟弟成为国内最强工会的会长的话，自然是例外的。听到我这话，一直沉默不语的世城工会会长程贤仔突然出言说道：“如果是世城工会的话，可以立刻签下你吧。世城工会是国内最强工会，其会长本人也是国内最强的猎人。虽然以他的实力肯定能保障我的安全，但如果我真的现在答应了他，还不知道后面要出什么乱子呢。”我赶紧对他说：“这个条件仅限于我弟弟，其他人要成为全世界最强才行哦。你敢相信吗？我一个最低级的 F 级猎人，竟然受到了国内最强5大工会的争抢。但以现在的情况，我无论加入哪个工会，肯定都会引发混乱，所以我委婉拒绝了所有工会的邀请。”突破者工会的会长文贤雅笑着说：“所以你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当无组织猎人呗？看你坚持要单打独斗的样子，确实是海渊工会会长的哥哥没错了。”我一脸的无语，这都是什么人间炼狱啊！我要是没有抵御恐惧的技能，怕是早就被这帮人的压迫感给吓死了。虽然我早就听说过 S 级猎人都是一些死里逃生的疯子，可他们明明脸上是笑着的，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压迫感和牵制感？这让我不由得有些心疼弟弟韩玉贤，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这样一群家伙中间撑过来的。这时汉兴工会的会长朴明奎笑着说道：“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竟然叫嚣着要成立自己的工会，原来都是随了哥哥呀。”虽然哥哥看上去比弟弟单纯多了，听到他这么说，韩玉宪我有些不高兴，但却依旧笑着回应他：“比起我，还是我弟弟更单纯啊，他应该是在座各位之中最单纯的吧。”没想到我这话一出，竟然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我有些尴尬，我是说错什么了吗？韩玉宪本来就是世界上最乖的弟弟，父母早逝，我忙着赚钱都没能好好照顾他，但他不仅没有学坏，还善良听话，根本没怎么让我操过心，上哪去找这么乖的孩子？谁成想听到我的话，在场的这帮人都低着头，一副憋出内伤的样子。下一秒，屋里的所有人再也憋不住，全都哄堂大笑了起来，连一本正经的程贤仔也憋笑憋得很辛苦。我说他今天怎么格外谦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而文贤雅则笑得肆无忌惮，指着韩玉宪说：“那个疯子竟然在哥哥面前装乖巧。”听到他竟然说弟弟是疯子，我立马对他表示了不满。我有些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是这种反应，弟弟到底怎么了吗？他年纪轻轻的当了会长，肯定不可能遇到什么事都保持善良啊。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说弟弟乖巧懂事，就令在场的所有会长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在这样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文贤雅拿出了准备好的合约。合约的大致条款，海渊工会已经代表我和他们谈过了，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合约，上面有一项写着5大工会负责保障我和我名下的建筑安全。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石明为了让我有地方培养魔兽，所以要求其他4个工会共同出资，以我的名义盖一栋专用建筑。我都快感动的要哭了。石明干的真是太漂亮了，在 S 市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盖一栋建筑，最后的所有权还归我。我笑的脸都已经僵硬了。到时候要把刘明宇找过来，在楼里建一个装备制造所，还有石和岩搞个实验室，叫他在这里做研究。有了这栋楼，我立马就走上人生巅峰了呀！以后就算我游手好闲只收租，养老也有保障了呀！签完合同之后，所有人都相继离开了。临走前，是成工会的程贤仔还对我说：“你的例外条件我记住了，我们以后再见吧。”搞得我一脸懵逼，他还真想做到世界最强啊！弟弟韩玉宪也跑过来，叫我不要在意他们刚刚说的话，至少他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当然不会在意那些话，弟弟作为工会会长，怎么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完美无瑕？总之，今天的谈判十分成功。晚上我回到了公司宿舍，刘成宇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来庆祝我签约成功。我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叫刘成宇收拾行李，准备搬到我的那栋新楼里。然而我后半句话还没说出来，刘成宇就扑通一声瘫倒在了地上，哭了起来。我终究还是要被赶走了。我一阵无语，赶紧跟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可他现在根本听不进我说的话，自顾自地说道：“我就知道早晚会变成这样，毕竟我是一个 F 级，留在身边也没用。这段时间谢谢你了。”说着，刘成宇就想要转身离开，我赶紧一把拉住了他。他可是我远大养老计划的关键啊，而且他只要打磨10000个刃具，就能解锁 SS 级技能了。但我就这样跟他说，他肯定还是觉得我是在安慰他。
没办法，我搬出了石河岩的名号，如果想让他相信的话，还是借助权威的力量最有效。我告诉刘成宇，有一种训练可以让像他这样的觉醒者获得特别的技能。这个男人拥有 SS 级打造武器的技能，却需要打磨1万个刀具才能解锁。为了能让刘明宇重拾信心，我打着石河岩的名号，告诉他有一种训练可以让像他这样的觉醒者获得特别的技能。随后我就拿出了一堆的短刀出来。刘明宇一脸的茫然，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鬼，我却一副忌讳颇深的样子，告诉他这个方法绝对不能透露出去。刘明宇一直都有一个与武器相关的辅助技能，我叫他用那个技能磨一下这些刀。刘明宇虽然还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但出于对我的信任，他还是按我说的做了。没一会，一把短刀便打磨完毕了。果然不出意料的，磨刀的数量也开始计算了。这下我也彻底放心了。我告诉刘明宇，只要像这样反复打磨刃具，就可以获得装备相关的技能，而且还是保证可以让人以后衣食无忧的那种超厉害的技能。但就是需要打磨1万个，不过花点时间慢慢来的话，1年的时间也就可以完成了。刘明宇听到我的话十分的兴奋，那我每天打磨100个，100天不就磨完了吗？刘明宇说他对这种重复劳动的事情非常擅长，很快就会弄完的，还说要让我见识见识他的厉害。我赶紧叫他把刀先放下，拿着刀说这样的话听上去可太奇怪了。现在1号养老资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是时候去看看我的2号养老资产了。随后我就来到了石河岩的研究室，石河岩一脸兴奋地夸我竟然对地下城了如指掌，一定是有额外进行过调查吧，还问我要不要来研究院和他一起开个研究室。我却一脸的生无可恋，都已经聊了几个小时了，让我回家吧。石河岩继续问我，都说地下城是无法预测的，所以真的没有相信这其中是有规律并进行研究的人吗？我赶紧说，我现在也只是推测而已，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毕竟国内地下城的数量也不多。这话令石河岩十分赞同，他也表示国内太小了，地下城的数量实在太少。但很快他就发觉自己失言了，他只是想说如果能调查更多的地下城，就能进行统计了。他这话突然让我明白了，未来石河岩为什么会出国，加入 H 国的团队。出国3年后，他跟组员们一起发现了地下城生成的规律， H 国因此从全世界赚取了巨额的专利费用。我不由得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留在国内，也能发现那个规律呢？这个女人准备了荞麦凉粉和米酒，只为了能吸引鬼怪出来。当然这不是神话传说中的鬼怪，而是一个十分有名的空间移动猎人。他人如其名，是个喜欢打扮成鬼怪模样的奇怪猎人。他一直十分神秘，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甚至年龄和性别也未被世人所知。人们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特殊技能是空间移动，他用可以来往于任何地方的能力，在地下城破裂和各种自然灾害中解救人的性命，因此而声名远扬。但他这样神出鬼没的能力，也让许多拥有秘密的人感受到了威胁。直到那次，鬼怪出现在了高层们的秘密分赃会上，因为他的瞬间移动能力，在场所有人手中的枪都完全打不中他，而鬼怪却只留下了一句话：你们这些拥有很多秘密的官老爷们记住，我的包袱里装着各种秘密，不过只要我没事，他们就绝不会泄露出去。说完，鬼怪就瞬间消失了。原本因为鬼怪的技能就很难抓住他，再加上世间根本不存在没有秘密的人和组织，最终鬼怪获得了所有人的安全保障，可以在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自由地出入于世间各处。为了能见到鬼怪，石河岩在网上搜了召唤鬼怪的方法，拿炒过的荞麦到处撒。我有些无语，他又不是真的鬼怪，比起搞这些，还不如直接请海渊帮忙找找。正在这时，整个实验室突然暗了下来，我还以为是灯泡坏了，便打开了手机上的电筒。这时石河岩却望着我，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惊恐表情，因为在我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恐怖面孔。石河岩惊声发出尖叫，整个人竟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我都震惊了，这什么鬼东西啊！我赶紧打开了抵御恐惧的技能，才令我的头脑冷静了一点。现在的世道，怪物倒是说不好，但怎么可能会有鬼？如此夸张的出场，一定就是他干的了。我抬起头朝着那个鬼大喊：别闹了，鬼怪！果然下一秒，鬼怪拿下恐怖的面具，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他微微一笑说道：是他说想见我才来的，我真没想到他会被吓晕。此时我已经看到了鬼怪的状态栏，原来他的名字叫尹伦，是一名 B 级觉醒者，他可以自己出入任何地方，而且不属于任何组织。我不由得想到，如果能获得他的帮助，那石河岩就没必要去 H 国了，这是一个机会。想到这里，我笑着对他说道：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吓人，以后别再开了吧。鬼怪蹦蹦跳跳地说着：你骗人，我都看到你吓得瑟瑟发抖了。我却说那是事出有因，我没有料到，不然你敢跟我打赌吗？看你还能不能吓到我。这个男人自称鬼怪，是一名 B 级觉醒者，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可以自由地在世间穿梭。如果可以得到他的帮助，那石河岩也就不需要出国才能完成自己的研究了。这是一个机会，我提议和他打赌，如果我被他吓到，就给他当手下；如果没有被他吓到，他就给我当3年手下。虽然鬼怪对打赌很感兴趣，但是听到我的话，他还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不过区一个 F 级，竟然想让我鬼怪大人给你当手下？即便考虑到你是海渊工会会长的哥哥，我的3年，你可能也要给我当20年手下才能抵上。
我却毫不在意地说这个无所谓，并拿出了一份觉醒者合同，表示如果他同意的话就来签合同吧。但鬼怪却没有那么好骗，真奇怪，你明摆着会输，竟然还要签合同，你到底藏着什么心眼？你是 F 级，应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技能，难道你是打算用装备？听到他这话我就放心了，虽然他对我有一些了解，但他却不知道我的技能，只要是传说级以下的威胁和恐怖，我的抵御恐惧技能都能完全免疫。我确实是留了个心眼，我脸色一红，故意装作害羞的说道：我觉得你很帅，也很了不起，救过很多次人，发表秘密包袱宣言的时候也很帅，所以打赌对我而言没有损失啊。如果我赌赢了，那就太棒了，但就算我输了，也能成为鬼怪大人的手下。这一通马屁彻底把鬼怪捧上了天，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而且我这套说辞也让他打消了顾虑，因为如果有人直接说要当他的手下，他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他只当我这个打赌是一个聪明的可以成为他手下的手段，就同意了和我签合同打赌的协议。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我的陷阱。我们约定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里，他会吓唬我3次，如果我能有一次坚持住不被吓到，他就当我的手下。这个女人一直想要见到鬼怪，却在看见他的一瞬间直接被吓得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当时何言从床上惊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鬼怪呢，可能已经走了吧，我回答道。随后我小声地说道，鬼怪的时尚品味好差呀，竟然穿蓝衣服戴红面具，他是在学上色吗？等待了一会，周围还是静悄悄的。我笑了笑对石何言说，竟然这么安静，看来他真的走了。石何言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鬼怪呢。他说自己在国内的研究碰壁，正在想方设法突破，他正在研究地下城生成的规律，这我是知道的。如果能获得鬼怪的帮助，我就完全可以去国外的地下城收集情报，但现在我肯定不能告诉他。我只跟石何言说，我有办法为他提供充足的资料，让他在国内也能做研究，只需要他在以后有了研究成果之后，可以与我分成收益。但石何言却有些担心，因为这是一项无法保证结果的研究，也许不会有任何成果的。知道他未来成就的我，自然不担心这个。我叫他放下负担，只要全心研究就好了。我表示最近湾市附近发现的那座极地下城，应该就是淤泥或者海洋坏境，可以让他叔叔石实名去竞标那个新地下城的管理权，对他的研究应该很有帮助。之后我离开了石何言的实验室，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陪鬼怪玩1周了。一个白发老人的身影出现在窗口，发出了诡异的笑容，我却在窗边一脸淡定抱着和平，还吐槽他的招式太老套了。第一次尝试失败，第2天我给刘明宇从2手商店拿回来了一些钝刀，谁知一双手却突然伸了出来，我被抓住了脚，哐的一声撞在地上，直接摔了个狗啃泥。我被气了个半死，我说让你吓唬我，又没让你害死我。装鬼的鬼怪连连道歉，说没想到我会那么容易摔倒。第2次尝试失败，然后有一天我半夜起来找水喝，睡意朦胧间，一个浑身鲜血的稻草人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装作一脸惊叹的样子，最后一次你倒是花了点心思嘛，不过我还是不会被你吓到。谁知我一转头，一只枯槁的大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吊在半空中的鬼怪还发出了咔咔的怪异声响。哎呦，连续攻击吗？这次确实差点被他吓到了。我往后退了一步，却突然撞到了一个人。刘成宇手握短刀，缓缓地回过头来，这下给旁边的鬼怪给吓到了，惊声惨叫着有鬼啊！原来刘明宇半夜睡不着，就想着出来再磨磨刀。当他一转头，突然看到被吓得跳到了墙角的鬼怪，直接被吓得口吐白沫昏了过去。第3次尝试失败，鬼怪完败。这个鬼怪太惨了，装鬼吓人，却被半夜磨刀的刘明宇给吓到了。因为我的传说级抵御恐惧技能，鬼怪与我的这场打赌，从一开始他就是必败无疑的。鬼怪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输，气得满地打滚，还哭着说因为自己随便签合同就没少被手下们唠叨，现在回去肯定要被他们折磨。他决定不回家了，要住在这里。我一阵无语，叫他不要哭了，又不是小孩子了。我问他到底多大了，鬼怪依旧哭唧唧的说自己已经100多岁了，还说自己是真的鬼怪。我叫他别开玩笑了，那不是人设吗？世界上哪里有鬼怪？鬼怪反驳我说，可是上不是有地下城，还有觉醒者吗？而且你还有个会喷火的弟弟。听他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道理。比起突然出现的地下城和觉醒者，还是鬼怪或者鬼神更现实一点吧。可是他不是觉醒者吗？我还可以看到他的资料，虽然作为人类名字比较奇怪。鬼怪摘下面具告诉我，其实他已经超过100岁了，但同时他又是3年前诞生的。他这话让我想起地下城和系统第一次出现就是在3年前。我问他，所以你是那时和系统一起诞生的吗？他点了点头说我猜对了，原本所谓的鬼怪是灵魂附在老物件上诞生的存在，他沉睡了100年间，在世间混入了地下城的力量时苏醒了过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但他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他穿梭空间的鬼怪技能就可以解释了，因为系统的力量也属于连接这里和其他空间的类型。不过要说他真的是鬼怪，还是令人有些难以相信。我又问他，你叫尹伦，前面是姓氏，后面的轮是指轮子，那你原本是姓尹的人家用了很久的水对？鬼怪一脸惊讶地问我怎么知道的。还真是啊，我不过是之前见网上有这种传说随口问问的。不过无论他是不是真的鬼怪，现在他输了赌约，已经成为了我的手下。我拿起之前整理好的资料，朝着他微微一笑，
我的鬼怪手下，现在我有事要交给你做。我万万没想到，传说中的鬼怪性格却像个小孩子一样。我一说让他帮我办点事情，他就耍无赖躺在地上打滚。我拿出资料表示，要他去调查其他国家的地下城，具体要调查什么，我已经写好在上面了。因为普通外国人是无法接近地下城的，但是以他的隐身和空间移动技能是完全可以的。鬼怪躺在地上，一脸傲娇的说道：“我当然可以了，不过为什么要调查这个？”我赶紧满脸堆笑的奉承他说：“当然是为了让鬼怪大人成为更伟大的英雄啊！收集资料是不是有可能发现地下城生成的规律？这样地下城破裂的危害就会减少吧？这可是拯救世界的调查呀！那收集资料的鬼怪大人自然就是世界的英雄啊！到时候肯定会出更多的鬼怪传记和周边商品的。”鬼怪被我一通彩虹屁拍得很舒服，当场就抢下了我手中的资料，表示英不英雄的无所谓，自己主要是想为科学研究出一份力。不过鬼怪问我，一定要去其他国家才行吗？都好远啊！我愣了一下，你不是可以空间移动吗？鬼怪说国外太远了，他移动不了那么远。难道他现在还不能进行超长距离移动吗？仔细想想，他的技能列表里好像还没有这个技能。这样的话，只能我来培养他，让他拥有这个技能了。想到这里，我一脸呆滞的对他说了句：“我爱你。”鬼怪当场就呆住了，问我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我赶紧跟他解释，鬼怪原本不就是充满爱的种族吗？我露出了充满爱意的眼神。如果是真正的鬼怪，就应该习惯爱。鬼怪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我，真的是这样吗？最终鬼怪还是没有说出我爱你，被吓得一溜烟逃走了，有点可惜。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的嘛。晚上，石石明和石和言一脸兴奋的跑来找我，因为我让他们竞标的那个地下城，果然是淤泥地下城，里面有很珍贵的原料。这样一来，海渊工会就有了强大的资金来源。石石明虽然不清楚我是怎么知道，但他还是打算立刻把我列入了宝贵人才的名单，甚至还说为了保护我，打算给我装个定位仪，气得我差点没让和平上去咬他。我告诉他们我都是瞎猜的，真正要预测还是要靠石和言的研究。说完我就一溜烟的逃走了，因为我的预测也就现在是准的，以后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我可不想瞎嘚瑟装行家，最后被人当成骗子，但我的话却只被他们当作是低调的表现，以至于误会越来越深。这是难度超高的宠物迷宫，迷宫里还设置了用来分散注意力的镜子墙和玩具。听说训练有素的猫和狗也要至少3分钟才能逃出来，但作为高级魔兽的火焰角狮，居然在主持人还没介绍完时就已经冲出了终点，打破了通关记录。我一脸兴奋地抱住了通关的和平，不停地夸赞着他，他也显得十分开心。旁边的主持人和节目嘉宾显然也被可爱的和平征服了，对他赞不绝口。我为什么会突然参加电视节目呢？这还要从几天前说起。石石明突然说想让我参加这个名叫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猎人的节目，我的内心本来是万分拒绝的，但石石明却说，就算我们再怎么隐藏，最终你的情报还是会扩散到全世界，所以干脆让所有人都认识你更好，因为越受关注反而越安全。就是他的这番话说服了我，最后我才决定来参加电视节目的。虽然因为前世被网暴的经历让我对上节目并没有什么好的记忆，但幸好和平足够可爱，让所有见到他的人心都融化了。连主持人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可爱的怪物。和平被不停夸赞令我的虚荣心的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种自己小孩取得了好成绩的感觉，这让我对电视节目的偏见都一扫而空了。带着和平在镜头下不停地为大家表演各种节目。录制结束后，我整个人累得瘫倒在了椅子上，但我却十分开心，总算是好好炫耀了一番我家孩子。和平那么可爱，把他藏起来仰视人类的损失，我甚至在想要不要给他开一个社交账号，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出个周边专辑啥的。等他慢慢长大变成世界巨星，我也能以经纪人兼魔兽饲养员的身份出名。我还在这里做着出名的美梦呢，却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锤到了我的脸上。我睁眼一看，差点就被吓了个半死。突破者工会的会长文贤雅正在我头顶的不远处，笑盈盈地看着我。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直接把我吓得跪在了地上，就连和平也被吓得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文贤雅说，拍摄有关魔兽的电视节目，至少要有3名级猎人在场保护，而且她也想来顺便看看我。说着，她伸出手掌想要扶起我。我有些无语，这种小事根本不需要一个 S 级的会长亲自出马吧。文贤雅见我不理会她伸出的手，喃喃地说道，难道要我郑重地用公主抱把你抱起来吗？当然不需要啊。我小声地对她说，大家都看着呢，不要做这种会令人误会的行为。谁知文贤雅却笑嘻嘻地说，在乎这些做什么？你可是要给我养孩子的人啊。我被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文贤雅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道，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你要不要考虑来我这里？我气呼呼地对她说，等你满足了世界最强的条件再说这种话吧。文贤雅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你现在说话可真是大胆啊，有什么好怕的？我弟弟也是 S 级。这时刚刚去买饮料的溥仪林跑了回来，可一阵骇人的气流出现，形成了一个半透明的隔离罩，逐渐将文贤雅和我笼罩在了其中。溥仪林想要靠近，却根本无法突破这个隔离罩。文贤雅朝溥仪林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说道，只要给我5分钟就好。和平被吓坏了，对着文贤雅龇牙咧嘴的，一副奶凶奶凶的模样。我赶紧抱住了和平，问文贤雅又想要干什么。文贤雅笑嘻嘻地说，这是一种简单的技能运用，我们的声音会被隔断，
虽然文贤雅这么说，但我知道这一点也不简单。同样都是 S 级，溥仪灵却根本连应对都做不到。虽然我知道文贤雅不会在这种情况下伤害我，但这样单独面对一名 S 级还是令我有些心虚。我好声好气地问他，是想要跟我说什么秘密吗？其实不是秘密，而是说别人坏话时要小心点。我觉得你好像太不了解你弟弟了，有些担心你。听到文贤雅似乎想要说弟弟的坏话，我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文贤雅叫我冷静一点，她并不是想要挑拨离间，她面带笑意地问我，你真的相信你弟弟吗？相信你那善良的弟弟是仅凭实力当上工会会长的，在没有父母的贫穷家庭里长大，还无比听话的弟弟。这种故事在孩子们看的童话书里都不会出现，因为不现实。我刚想替弟弟解释，文贤雅却打断了我，你想说他是从天而降的天使一般的孩子，可是天使可不会践踏别人建立工会，要不要我跟你说说，你弟弟作为猎人，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女人曾经是一名运动员，却意外觉醒成为 S 级猎人，后来当了突破者工会的会长，但一辈子只做过运动的文贤雅怎么会懂得如何经营工会呢？他与 MKC 工会的会长崔熙元一样，都是跟大公司联手，占个名义上会长的位置罢了。所以国内排名前5的工会之中，真正的工会会长只有世成的程贤仔和海渊工会的韩玉宪。那时的他仅仅是一个学生，竟然要无视所有向他抛出橄榄枝的巨头，创建自己的工会。文贤雅觉得他就是个不自量力的小屁孩，很快就会倒台。果不其然，后来他受到了各种牵制，甚至还听说有人试图要毒死他。在各个工会的人前去围攻海渊工会时，文贤雅还去阻止过他们。他觉得再怎么样，他们也不应该这么对一个孩子。可谁成想，他来到海渊工会时，却见到了惊人的一幕。海渊工会的大门口燃烧着熊熊火焰，地上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文贤雅还以为是出现什么怪物，可看到的却是浑身是血的韩玉宪。那是一场单方面的杀戮，韩玉宪就如同火中的恶魔，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当文贤雅靠近时，韩玉宪下意识的转头就是一剑劈下，文贤雅赶紧抬手挡住，嘴角露出了自嘲的笑容。是我太蠢了，竟然还把你当成小孩替你担心，你哪里是个小孩，分明是头野兽。后来那件事被掩盖成煤气爆炸，受牵连的人也被地里接连被除掉，最终背后势力全部屈服，被海渊吞并。也许很难以置信，但 S 级觉醒者就是这样。文贤雅站在我的面前，和我讲述了弟弟和海渊工会崛起的故事。他的话确实令我十分吃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弟弟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文贤雅对我说道，我听说你们分开了很久，你不觉得他跟觉醒之前你所认识的那个弟弟不一样吗？那家伙是个怪物，虽然他装成一个温顺的弟弟，但不知什么时候也会在你面前暴露本性。文贤雅俯身趴在我的耳边，小声地继续说道，你留在他身边太危险，不如来我们突破者工会吧。就在刚刚，突破者工会的会长文贤雅和我讲述了弟弟韩玉宪与海渊工会崛起的血腥往事，还想要邀请我去他的工会。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韩玉宪收到消息给他打来的电话。文贤雅见我一直沉默不语，便说如果我想要跟他保持距离的话，他可以帮我，但我却不是因为想着远离弟弟什么的，而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弟弟也是在一片混乱中摸爬滚打过来的。随后一把抢过了文贤雅手里的电话，弟弟发觉是我接的电话后，就问我文贤雅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他在背后说你坏话来着。我跟弟弟说道，怪物一般的弟弟，手上沾满鲜血，踩着尸体爬上来的，但那又怎样？我弟弟确实是变得有些奇怪了。我在地下城底层摸爬滚打了5年，我会不知道这个圈子的生存方式吗？即便是我，手上也不是一滴血都没有沾的。而且在经历了弟弟舍己救我的场景之后，世上哪个哥哥还会放开弟弟的手？我笑了笑，继续和弟弟说道，他好像太小瞧我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应该说说他的坏话吧。那是发生在1年前4月份的事情。文贤雅听到我的话，脸色瞬间就变了。这是一段4年后全国人民都会知道的文贤雅的黑历史。文贤雅被吓得赶紧一把抢过了手机。你是怎么知道的？应该几乎没人知道那件事啊。他已经被气得捏碎了手机，他抓起我的衣领不停摇晃，追问我到底是从哪听说的。我只说是偶然听到的。文贤雅被气得要死，要不是还要靠我培养其承受，他都有杀人灭口的心思了。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不会说出那件事情，他也不能再说弟弟的坏话。文贤雅本以为我会比较单纯，所以想来试探一下，没想到却失策了。他打了个响指，之前建立的隔离罩瞬间消散了。溥仪灵赶紧冲了进来，与文贤雅打成了一片。但如其说是打，不如说是玩闹。我有些诧异，他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难道是因为他们是国内仅有的2个 S 级女猎人吗？我有些担心，溥仪灵跟海渊的合约结束之后，该不会去突破者吧？但突破者很快就会消失啊！几年后 ，MKC 和突破者这2个工会都会倒闭。要不干脆把文贤雅招过来？文贤雅强大的攻击技能应该跟意灵也很配，而且对溥仪灵来说，比起我这种黑黢黢的大叔，还是跟他同为女性的人来当导师更好。之后我参演的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我就这样以怪物爸爸的名字，第一次被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男人是最废柴的 F 级猎人，却拥有极其罕见的 SS 级装备打造技能。但激活这个技能的前提，便是要打磨1万柄刃锯。之前刘明宇天天在厨房磨刀，到晚上的时候不是一般的吓人，所以我便跟海渊工会打了招呼，打算带着刘明宇到工会的装备管理室工作。反正等他解锁了金匠铺的主人技能之后，
肯定也是要到这里工作的。对刘明宇来说，做这些后勤工作也比要他去下地下城好太多了。一打开装备管理室的大门，一股炙热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这里就是装备管理室，负责整个工会的装备制造和管理，里面就如同一座大型工厂一般，不断发出滋滋的声音。各种金属被炼化之后，依照模具浇灌成不同的装备，之后还会有工人进行精细打造。据说这里的工人全都是1级以上的觉醒者。刘明宇被一块魔石吸引了目光，刚想伸手去摸，便被旁边的一位工人大声喝止。他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乱闯。我赶紧和他解释，说我们已经提前跟人事组的人联系过了。工人表示他们接到通知了，听说刘明宇有磨刀的技能，他们已经为他准备好工作的地方了。看着那名工人壮硕的体型，再看刘明宇的小身板，我有些担心他真的能当好工匠吗？随后工人带我们前往工作地点，他问刘明宇有用过磨刀的机器吗？刘明宇表示小时候用过几次。这时刘明宇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特殊磨床，这种机器他在网上见到过，据说只要输入指令就什么都能磨。旁边的工人赶紧提醒刘明宇，那是他们用的，不要乱摸，他们已经给刘明宇单独准备了工作的地方。说着他打开了一扇木门，大门发出了吱呀呀的声音。他带我们来的居然是一处堆满了废物的杂物间，在那一堆废物的中间放着一个已经早已发霉的老式手动磨床。我万万没想到装备管理室的人会把刘明宇安排到堆满废物的小房间里工作，磨刀的工具也只有早已发霉的手动磨床。我刚想去找刚刚那名工人理论，就被刘明宇拉住了。这时我才发现，这里的工人们似乎都对刘明宇非常不满，觉得他是会长哥哥的关系户。这里正常来说根本就不会招 F 级的人来工作。刘明宇叫我别太在意，毕竟在别人看来，他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他笑呵呵地表示能用这里的设备已经很不错了，他会好好努力的。可是是我把他带到这里来的，这样感觉好对不起他呀。刘明宇却没有在意那么多，搬了个凳子到磨床前，就准备开始磨刀。虽然这种手动磨床刘明宇也就小时候用过几次，但幸好他还记得要怎么用。随着石磨的转动，锈刀发出咔咔的响声，被一点一点打磨锋利。没一会刘明宇就成功打磨出了一把。我看到进度条增长了，看来这种方法可以被认定为打磨刃具，还是这种手动的设备更靠谱些，那种全自动的机器很有可能不被系统认可。刘明宇很快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长长的头发被他扎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不停打磨着刀具，似乎已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当中，连我与他说话他都没有回应。看着认真的刘明宇，我有些吃惊，他原来还有这样的表情吗？我所认识的刘明宇总是一副胆怯畏缩的样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竟然有这样专注的表情，就像在陆地上艰难维持呼吸的鱼儿，回到水里后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吧。即便是门外汉也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就是这家伙的天职。没一会，一柄柄刀具就被打磨完毕，看来我以后不用担心刘明宇了。我看他如此投入，便不打算打扰他，先行离开了。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第二天，刘明宇就因为肌肉剧痛留在家里休养了。装备管理处的人都纷纷笑话他，肯定是想着靠关系不劳而获，结果发现行不通就直接跑路了。但昨天那名工人却指着那间小房间对同事们说道：“你们看看那里，想不劳而获的人会这么做吗？”只见那间狭小的房间中已经堆满了打磨好的刃具。昨天刘明宇在1天之内竟然打磨了1000把刃具，你敢相信吗？这个男人竟然在1天之内就打磨好了1000柄刃具。这虽然令他在工作第2天就因为肌肉剧痛请假，但也向装备管理室的同事们证明了他并不是跑来混日子的关系户。之后的时间里，刘明宇每天都会不停地打磨刃具，仅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已经成功打磨了5600柄。晚上刘明宇做了一大桌丰盛的美食，我感觉整个饭桌都在发光。难道打磨刃具还能提高烹饪水平吗？旁边的溥仪林尝了一口，顿时露出了满足的表情，连对刘明宇的称呼都变成了明宇哥哥。他一顿狼吞虎咽的干饭，因为他马上就要去地下城了，到那里可就吃不到这样的美食了。溥仪林最近无聊的要死，就等着这一天呢。不过海渊工会里的人说，因为他年纪小，所以只让他去 B 级以下的地下城，这让溥仪林很苦恼。他现在就想快点升级，获得新的技能，甚至想着可不可以以后每天都去地下城转转。但他这种想法却被我直接否决了，因为体力耗尽时会很明显，但魔力就算耗尽也不容易发现。如果一旦在地下城里耗尽魔力失去意识，那就死定了。说到这里，我询问溥仪林现在的魔力是多少，他说是102。我顿时只想笑笑不说话，我的魔力只有可怜的2点，他的魔力竟然是我的51倍。一旁的溥仪林显然没有发现我的自怨自艾，反而跑去询问刘明宇不去下地下城吗？他说以刘明宇的手，如果跟去地下城当厨师肯定会赚很多钱。在他们俩聊天时，我却发现这1周的打磨竟然让刘明宇的手上叠满了伤口。我询问刘明宇最近是不是太劳累了，一整天都要磨刀，然后还得做饭。刘明宇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反正他也是因为喜欢才做的。我将自己的手套借给了他，叫他在磨完刀之前都戴着吧。刘明宇知道这副手套是级装备，我之前都一直很珍惜的戴着，现在竟然肯借给他。刘明宇顿时感到十分感动，一把抱住我说他一定会好好使用的。这个男人拥有极其罕见的 SS 级装备打造技能，却要在打磨1万柄刃具之后才能激活。在装备打造是1周的时间，刘明宇已经打磨了5600柄。之后的日子里，
他每天戴着那副危急的手套，继续坚持不懈的打磨。同事们也逐渐接纳了这个任劳任怨的关系户。见刘明宇被热得满头大汗，还主动给他递来了含有魔石材质的、可以维持人体温度的毛巾。晚上，当刘明宇打磨完一批刃具后，发现时间居然已经很晚了，整个装备打造室十分安静，其他人都已经下班了。这时他又看到了那块闪闪发光的晶石，刘明宇感觉这东西好神奇啊，居然会自己发光。突然一个声音从他的背后传来，不要随便乱碰。刘明宇被吓了一跳，说话的人正是第一天带着他进来的那名工头。他告诉刘明宇，这个可是 S 级魔石，估价在10个亿以上，因为这个大小还保存得如此完好的魔石非常的珍贵，现在是没有想好要怎么加工，才暂时放在这里。工头敲了敲魔石，有些感慨，就连海渊这种规模的工会装备组都没有可以加工它的人才。随后工头对刘明宇说，你因为关系户的身份被欺负，很辛苦吧？刘明宇被吓了一跳，连忙低着头说没有。工头没有理会他的态度，继续说道，听说你昨天帮这里的每个员工也打磨了装备，我也看到了，简直就像新的一样。刘明宇被工头说的有些懵逼，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随后工头表示，他的韧性是足够的，如果想要留在这里一起工作的话，那以后就继续努力证明给大家看吧。听到工头这么说，刘明宇总算是如释重负的露出了笑容。这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直到那天一个人推开了装备管理室的大门，他焦急地对刘明宇说道，你是刘明宇猎人吧？请跟我们走一趟。旁边的工头忙问他们出什么事了，那女人却一把抓住了刘明宇的肩膀，关于韩玉成猎人的失踪一事，我们要对你进行调查。听到他的话，刘明宇整个人都呆住了。你说玉成他怎么了？刘明宇万万没想到，猎人工会的人居然说韩玉成失踪了，这让刘明宇震惊不已。他明明说过今天会一直待在海渊工会的呀。正在这时，蒲一林也赶了回来。他今天本来要去地下城的，但在路上时听说了这件事情，便立马就赶了回来。海渊的会长韩玉宪也在赶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十分着急，但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时间回到几个小时之前，我正躺在沙发上享受着午后的安宁。弟弟玉宪和蒲一林现在都在好好努力，石河岩已经加入了我们，刘明宇的技能觉醒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我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用担心了，除了沙发被和平拆了之外，一直待在家里。和平似乎被闷坏了，一直在旁边吵闹着。没办法，我便打算带他下楼去训练。我抱着和平来到了电梯口，这里有一位专门负责我安全的安保人员。虽然这挺让人觉得有负担的，但自从上次与5大工会协商结束后，各大工会便决定轮流派警卫过来保护我的安全。今天这位是 MKC 工会派来的 B 级猎人，我们要去的是位于地下2层的健身房。现在的和平很聪明，一进电梯就自己按下了地下2层的按钮。和平现在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着他越来越优秀，我真的十分开心。但我一扭头，却发现旁边的那名警卫正在低头摆弄着手机。昨天来的警卫很喜欢和平来着，今天这位是不怎么喜欢小动物吗？没过一会，电梯停下，3个推着大型行李箱的男人走上了电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猎人等级是 C、E、D， 等级有些低，应该不是海渊工会的人。我便问他们是从其他工会来的吗？那名D级猎人笑着说，他们是来自海渊旗下的布里克斯工会，因为低级地下城会出很多盔甲和体积比较大的副产物，所以他们经常会借用海渊的健身房来测试装备，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带这么大箱子的原因。还笑呵呵地说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行李的了，所以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人。地下2层很快到了，我与那几人道别后，就带着和平走向了健身房。我觉得那几个人好奇怪啊，都没有夸和平可爱。到了健身房，和平立马兴奋地跳了下去，他咬来了一根绳子，想要玩拔河游戏，而我却没有注意到。不知何时，电梯里的那几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这个男人丝毫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危险正在悄然而至，他们正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几个布里克斯工会的人。我一转头，一股红色的粉末就倒了下来。什么情况？他们撒了什么？此时系统提示，检测到道具守望者的果实，抵御毒技能发动，道具效果被抵消。虽然我没事，但旁边的和平也吸到了这些粉末，扑通一声直接倒了下去。那几人见那迷药对我没用，便又将一张手帕捂在了我的脸上。这是速效催眠粉末，但却依旧对我无效。我不明白这帮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几人见我还没昏迷，猜测是不是海渊工会给了我解毒的装备。那名D级的猎人便想要靠近我，我挣扎着一脚就朝他踢了过去，接着又奋力挣脱了在身后抓住我的男人。几人都惊了，他的能力值不是 F 级吗？我没有再理会他们，而是径直跑到了门外。那名 MKC 工会派来的 B 级警卫还守在这里，我边往外跑边向他求救。谁知那名警卫却突然一拳挥出，砸在了我的腹部，我直接被打得跌倒在了地上。那名警卫向那几人抱怨道，你们会不会做事？他一看就是穿了好装备啊，先把他的装备扒下来。那几人听到他的话，立马上下其手，将我身上的装备全都给扒了下来。我十分不解， MKC 工会是叛变了吗？叫他们派警卫来，竟然派来了个间谍。我还在盘算着要怎么逃出去，旁边的人却突然扯下了我的耳钉。这可是加了29魔力的装备啊，我刚刚已经使用了好几次技能，摘下了耳钉，我自己本身的那点魔力根本就不够技能的消耗啊。下一秒我便因为魔力耗尽，失去意识昏了过去。该死，果然在他们不喜欢和平的时候，我就应该看出来的。
一盆凉水浇在了我的头上，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手上却被绳子死死地绑住了。我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面前的男人便笑嘻嘻地说道：“你终于醒了，因为你睡得太熟了，所以我就帮你洗了下脸。”我通过技能看到这家伙叫金鱼仔，是位 B 级猎人，这个名字我从没听说过，不知道他跟绑架我的人是不是同一个工会的。如果是 B 级的话，那应该是工会会长或者副会长。这时金鱼仔突然就扯住了我的头发，欺负一个柔弱的 F 级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你养的那只火焰角狮，你有主人的象征吧？把它交出来！”我万万没想到 MKC 工会派来的警卫竟然是个间谍，与人合谋将我从海渊工会绑架了出来。此时我面前的 B 级猎人金鱼仔劝我不要妄想有人能救我出去了，还是乖乖将主人的象征交出来吧。听到他的话，我反而放下了心来。他们想要主人的象征，就说明不会谋害和平，他应该是跟我一起被带到这里了。随后我质问他承担得了绑架我的后果吗？5大工会和猎人协会都会出手的。金鱼仔却看着手机微微一笑：“这个嘛，得看他们来不来得及。”原来那名反叛的警卫还装模作样的守在健身房门口，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被绑架了。而且金鱼仔还说，就算他们后知后觉的知道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里，因为这是在码头的集装箱里，这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箱子。等他们找来的时候，船早就开到恩国去了。我心里一惊，难道你的幕后主使是恩国吗？金鱼仔笑着说：“不是幕后主使，而是拍卖场地，把你拍卖出去，我们能拿到1半的钱，还能获得充足的资助。”原来是这样，国内动不了我，就想要把我卖去国外，所以那个警卫才敢和海渊旗下的工会联手。虽然如果工会和协会知道我被绑架了，哪怕是动用海警也会把我找出来，但如果我们乘坐的船只驶出了领海的话，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我必须在他们找到我之前尽量的拖延时间才行。想到这里，我突然发出了一阵笑声。金鱼仔愣住了：“你是被吓傻了吗？有什么好笑的？”我却笑着对他说：“你刚才不是一直说我是昂贵的商品吗？既然知道你不敢动我，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一顿言语上的激怒，果然遭来了金鱼仔的毒打。我本来是想激怒他，让他给我打个半死，我才能被送去医院拖延时间。但金鱼仔明显也不是个傻子，无论我再怎么言语攻击，他也仅仅是对我拳打脚踢，完全没有因为愤怒而冲昏头脑。随后他还将我丢进了另一个集装箱，这里有着一个笼子。金鱼仔说他们也养了一只魔兽。这时我的身后一阵嘶嘶声传来，我惊讶地发现一根细长的触手朝我伸了过来。这个男人被吓得完全不敢动弹，因为一根长长的触手正在朝他伸过来。站在门口的金鱼仔咧嘴一笑：“你现在终于知道怕了呀？这可是 C 级地下城的怪物克雷克，当他捕捉到猎物时，会用触手里的毒施加诅咒，那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感觉。只要30分钟，被诅咒的人就会流着口水在地上爬。愿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金鱼仔笑嘻嘻地关上了集装箱的大门。另一边，蒲一林哐当一声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接着他一把抓住了韩玉宪的衣服：“你不是说海渊内部的安保很可靠吗？你给我解释一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韩玉宪耐心地对他解释道：“按常理来说 ，S 级猎人的直属部下几乎不会背叛，就如同野生动物为了生存会追随头领一般，他们本能上无法抗拒地依附于 S 级猎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只有工会会长的直属部下才能来当他哥哥的警卫。但今天来的却不是原本定好的那个警卫。MKC 内部偷偷换了人，因为 MCK 工会是由非觉醒者权贵资助的，所以内部实力也分为2派。其中资助者这一派擅自谋划了这件事情。韩玉宪清楚 MCK 这2派早晚会爆发冲突，却没想到他们会跟海渊旗下的工会联手。MCK 的会长崔熙元在工会内部已经失去了掌控权，也不知道那帮人把人劫去哪里了。而韩玉宪之所以叫蒲一林过来，就是为了用他的技能白色尸体来从尸体上读取记忆，因为那名反叛的警卫已经被杀了。这么做或许比让他自己交代还更准确一点。而此时在集装箱外等候的金鱼仔感到有些奇怪，因为那名警卫从刚刚开始就没有定时联系他了，难不成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不过金鱼仔并不是很担心，就算这次绑架失败了，只要能拿到主人的象征，也能得到一笔钱了。想到这里，他兴奋地推开了集装箱的大门，却惊讶地发现我竟然一动不动地趴在了地上。金鱼仔感到有些奇怪，那种诅咒应该不会让人昏厥啊。他走过来踢了踢我，却没有发现那只魔兽克雷克早已趴在了他身后的墙壁上。我猛然抬起头嘀咕道：“小黑，就趁现在。”金鱼仔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魔兽克雷克就朝他袭来，但身为 B 级猎人的他反应迅速，一下子跳开了。但随后魔兽克雷克的触手却突然伸出，将他的手臂死死捆住了。金鱼仔人都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听说你只会培养怪兽幼崽的。我咧嘴一笑对他说道：“你作为一个 B 级猎人，难道不知道猎人的技能是不会全部公开的吗？”这个男人万万没想到，一个最低级的 F 级猎人竟然可以操纵一只 C 级魔兽。被魔兽克雷克的触手缠住手臂的金鱼仔诧异地喊道：“我从没听说过你还会搞这些。”我朝他微微一笑，其实我会的还挺多的。时间回到30分钟前，不得不说克雷克长得实在太丑了，尤其是伸出那恶心舌头的样子，再加上背后的触手，简直让人狂掉散值。虽说我有抵御技能，他的诅咒倒是无所谓，但是万一他直接来攻击我的话，我现在没有任何装备加持，很难招架得住，而且我的脚踝还受了伤，对移动也有些影响。
不过幸好我还能用系统的仓库，我拿出了一把匕首，将绑住手腕的绳子给割断了。我打算用匕首防身，想办法撑过这30分钟。可是我却突然发现，这只魔兽似乎有些害怕，它不但没有主动攻击我，甚至还在慢慢后退。这是什么情况？它难道是看到我害怕了吗？可我只是个 F 级啊！这时系统的电子音响起，发动屠龙者劳奇塔斯的天敌效果，对付克雷克时，所有技能效果将升至2倍。我震惊了，所以是因为这个屠龙者的称号吗？这是我当初除掉毒咒龙王时获得的称号，没想到对克雷克这个同样是毒咒龙族的也有效果。虽然我没有攻击技能，但如果技能效果变为2倍的话，那感化技能也会变为2倍吧。我直接松手丢掉了匕首，接着拿出了一个泛着蓝光的小瓶子。我笑着对克雷克说道：“小黑，你要吃好吃的吗？这是我磨好的 C 级魔石。”时间回到现在，我看着一脸诧异的金鱼仔说道：“我也没办法具体跟你解释，是该说我运气好呢，还是说气场合呢？”我抚摸着克雷克的下巴继续说道：“总之多亏了你，我又交到了一个好朋友。”随后我一指金鱼仔，小黑咬他。克雷克没有任何迟疑，朝着金鱼仔被触手缠住的手臂就咬了上去。这个男人简直太逆天，仅仅只是一名 F 级猎人，却收服了一只 C 级魔兽。我一声令下，克雷克就朝着金鱼仔冲咬上去。但金鱼仔不愧是 B 级猎人，情急之下他一把就扯断了克雷克的触手，但他的手臂上被触手缠绕的地方却已经发黑，发出了被腐蚀的滋滋声，明显是中了克雷克的毒。这时只听扑哧一声，我趁金鱼仔不注意，用匕首一刀捅进了他中毒的手臂上。金鱼仔大吼了一声，猛地一甩胳膊，直接将我甩飞了出去。我跌坐在地上，却露出了笑容。原来 B 级的身体如果因为中毒而变得虚弱，也能用刀扎进去啊！此时金鱼仔因为中毒加上受伤，已经满头大汗，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再次命令克雷克发起攻击，金鱼仔却掏出了自己的武器，恶狠狠地喊道：“即便如此，也不过是区 C 级怪物，我就算只剩一只手，也能轻松斩杀。”说着，金鱼仔朝着袭来的克雷克一刀斩了下去。他不愧是 B 级猎人，这一刀竟然直接就斩掉了克雷克的脑袋。咚的一声，克雷克的身体被一分为二落在了地上。金鱼仔转头看向了我：“你以为靠他就能做成什么吗？”他咧嘴露出了笑容：“你不过是个低级鼠辈，就算耍花招也赢不了 B 级。”我没有理会他的话，而是俯身蹲下，轻轻抚摸着克雷克的尸体。此时还在嘲讽的金鱼仔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他的大脑一阵眩晕，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身体也痛得不断颤抖。这是怎么回事？克雷克明明已经死了呀，而且他的诅咒明明是比自己等级低的，怎么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不知道的是，在克雷克死亡的同时就已经触发了我的技能最后的报恩，他的技能与能力值已经双倍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劳奇塔斯的天敌加上最后的报恩，这是双倍的双倍效果，当然会很疼。此时金鱼仔已经痛不欲生，倒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我目光阴冷地看着他：“所以你为什么要来招惹一个安安静静生活的人呢？”我一把抓起了他的脑袋：“现在告诉我，你把我的宝贝和平弄到哪里去了？”金鱼仔却强忍着疼痛咬牙喊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怪物，我一定会弄清你的身份，要了你的命！”没想到他的嘴还挺硬的，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好像也没有放过他的理由了。我发动克雷克的技能粘稠之毒，我的技能，尤其是最后的报恩，绝对不能被人发现。我抓住他的手上分泌出了黑色的液体，没一会他的脑袋就被毒液完全腐蚀。我本来想给他留个身子的，但溥仪灵能读取尸体的记忆，我便只能将他的身体也腐蚀掉了。这个男人仅仅是一名最低级的 F 级猎人，却可以在感化对象死去时暂时获得他的2倍能力。在魔兽克雷克死去之后，我靠着最后的报恩技能，瞬间秒杀了 B 级猎人金鱼仔，力量突然变强，我还十分不适应，一不小心就把门把手给拆了下来。回去之后我可得好好隐藏，别被他们发现了。从前这个技能只能维持1个小时，但在我的称号变为传说级的完美养育者之后，这个状态可以持续7天之久。我查看了一下克雷克的技能，除了可以将人腐蚀的粘稠之毒，还有2个技能是比较实用的。墙上的蜥蜴是个可以与周围环境同化、隐藏踪迹的隐身技能，弱者的预感可以感知比自身强大的对手。有了这个技能，就不用担心会碰到高级猎人了。之后我便打算走出集装箱寻找和平。走路时我受伤的腿部还是能感到很强的刺痛感，但幸好现在能力值提升了，还不至于疼到走不了。我发动了墙上的蜥蜴技能，隐身在船舱中寻找和平，却看到了那3名把我抓来的猎人。我没有露面，直接在隐身状态下用触手勒住了他们的脖子，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窒息而死了。船上的其他船员也被我用同样的方法解决。最后我来到了船长室中，里面戴着墨镜的男人看到我吓了一跳，惊讶地问我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我没有理会他的话，而是问他火焰角尸在哪，乖乖交出来。我话还没说完，他便随手抓起一个文件盒丢了过来，盒子撞在我右侧的墙壁上，直接被砸出了裂缝。墨镜男愤怒地吼道：“你一个 F 级侥幸逃脱之后不逃走，竟然还敢找来这！”说着他掏出了一柄长斧。火焰角尸当然是被我们关起来了，钥匙也在我身上，有本事你就从我这个 C 级猎人身上抢啊！这名 C 级猎人掏出自己的大斧，刚想装杯，就被我一触手打在了脸上，顿时吐出了一口鲜血。我冷冷地叫他交出钥匙，告诉我火焰角尸的位置。男人被打懵了，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便又发动触手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男人半边脸都被打肿了，气喘吁吁地问道：“你不是 F 级猎人吗？难道你还隐藏了技能？”我告诉他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赶紧把火焰角狮交出来。说着，我用触手将他死死缠住，他痛苦地倒在了地上，却还是不肯开口。我从地上捡起了他的大斧，笑嘻嘻地说道：“我可不是只有触手这个技能哦，你要乖乖听话呢。”还是我发动了粘稠之毒技能，那把斧子瞬间就在我手中被融化了。男人看到这一幕，心里顿时崩溃，立马表示火焰角狮被关在移动中心，他可以把钥匙交给我，但在那之前要跟他签不能攻击他的合同，来保障他的安全。我看了一下合同，表示没有问题，但要在上面加一个对我的事情保密的条件。在签署完合同后，他便将钥匙交给了我，合同立即生效了。可就在我准备转头去寻找和平时，那男人却突然暴起，他的双手变为利爪，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脖子。小子上当了吧？你现在可无法攻击我了，这份合同是有强大的诅咒，如果你攻击我，就会因为违约而失明。你一个连地下城都没去过的新手，果然是什么都不懂啊！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直接将手中的合同撕成了两半。因为破坏合同，我立刻触发了视力损伤的诅咒，但因为我的传说级抵御诅咒技能，完全将这个诅咒抵消了。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笑道：“让你失望了，我可不是新手，这里我的资历可是最久的。”只听一阵凄惨的叫声之后，他也化成了一股脓水。我早就猜到会是这样，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放过他。其他人的尸体我就不需要处理了，反正他们死前也没见到我。随后我按照那男人说的位置找到了和平，他被关在笼子里，似乎被迷晕了，还在熟睡着。我很想现在就带他出去，但这么做肯定会被怀疑，我只能也进了笼子，装作和他一起被关在笼子里的样子，把他抱在怀里，一直等着救援的到来。没过多久，外面就传出了声音，找到了，在移动中心发现了韩玉成猎人和火焰角狮幼崽。这个男人拥有极其罕见的 SS 级装备打造技能，却要在打磨1万柄刃锯之后才能激活。可就在即将要完成目标之前，他竟然失踪了。我打电话告诉弟弟韩玉宪，他却怀疑刘明宇可能只是有事出去了，但我却十分确定他肯定是离家出走了，因为他在走之前还炖了一锅牛骨汤，肯定是短时间内不打算回来了。而此时的刘明宇独自走在街头，他的内心十分自责，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个废物，在朋友被绑架的时候都帮不上忙，已经没脸见他了。可是他就这样盲目跑出来，也根本没有想好要去哪里。这时他低头发现鞋带开了，便弯腰去系鞋带，可没想到他的背包带断掉了，背包里的东西都一股脑的掉落了出来。刘明宇脸都黑了，真的是事事不顺了。这时却突然有2个满脸是伤，身上也脏兮兮的小孩围了过来，因为刘明宇的海渊公会出入证调了出来。其中那个小女孩惊讶地问道：“叔叔，你是海渊公会的猎人吗？”小男孩也在旁边大吼大叫地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进入海渊公会。他们的声音立刻引来了路人的侧目，许多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2个小孩子还继续追问着他是什么等级，去过什么地下城，认不认识韩玉宪，有亲眼见过他用火吗？2个小孩一连串的问题问得他惊慌失措，连连摆手。他带着哭腔喊道：“我只是海渊宿舍里的钟点工。”2个小孩子顿时有些失望。在得知刘明宇是 F 级觉醒者后，2人还在继续插刀。小男孩表示他妈妈说过 F 级猎人没用，小女孩也表示赞同，说 F 级继续不了地下城也赚不到钱，把刘明宇都给听哭了。果然是这样吧，在别人来看我也是无可救药的废技，我这种人就算磨1万把刀，获得了新技能，也应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垃圾技能吧。这个男人是最废柴的 F 级猎人，却有着极其罕见的 SS 级装备打造技能。如今他终于打磨了1万柄刃锯，激活了 SS 级技能黄金野方的主人。此时海渊公会的装备打造室传出了一阵惊恐的尖叫声，一名工人指着一旁大喊着：“不好了！原来一直存放在装备打造室的那颗价值10亿的 S 级魔石，现在竟然不见了踪影。”谁知其他人却一点也不紧张的样子，对他说道：“他去找他的主人了，一会新闻里也会播的。”另一边，溥仪林正手握着一柄3刃尖枪，停留在森林上空。他手里拿着的正是刘明宇亲手打造的 S 级武器帕尔米尼的冰束枪。现在他要对这柄武器进行第1轮测试，目标正是下面的那片湖。溥仪林笑得很开心，就让我来看看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吧。说着，他一枪刺出，一道湛蓝色的光芒伴随着冰晶射出，只听咔咔几声，整个湖面瞬间就被冻结，上面结满了蓝色的冰晶，场面十分的壮观。看到这样的效果，溥仪林很满意，这已经算冻得很棒了。然而在湖面已经结满冰晶后，它的效果却依然在蔓延，一路蔓延到了旁边的小山顶，这令溥仪林都震惊了。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技能竟然还能这样。无人机的摄像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幕 ，S 级冰属性强化效果已经得到了确切的验证。国内第16件 S 级武器诞生了，关键它还不是来自地下城的奖励，而是由人类亲手打造的。台上的主持人宣布，经过 P 国猎人协会鉴定，可以保证该武器确实为 S 级武器，出自刘明宇猎人之手。这让下面的记者们都激动了起来，长枪短炮不停地闪烁着。一名记者提问：“您能制造出的武器最高等级是？”此时坐在台上的刘明宇一扫往日颓废的气息，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红色西服，露出了充满阳光的笑容。我能制造的装备等级是没有极限的，只不过 SS 级以上的还需要熟悉。
这话一出，立刻又引来了台下观众们的惊叹，连陪我一同来观礼的一级猎人金承汉都表示，是不是应该给刘明宇也配个保镖啊？我叫他不要担心，没看见刘明宇现在已经稍微壮了一些吗？据说他在制作装备的过程中等级也提升了，现在大概已经是 C 级了，这让金承汉十分惊讶，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提升能力值的方式。我微微一笑，大概因为他是特例吧，他真的在很多方面都很独特。你敢相信吗？刘明宇的 SS 级技能黄金野方的主人，不但真的有一座可以让他用来打造装备的黄金工坊，甚至还附送了他几吨的打造材料和关于制作的百科全书，这让我十分惊奇。难道这件工坊的上一任主人为了下一代技能拥有者才留下了这些的吗？我正在思考着，刘明宇却突然将手中的花束送给了我。他说自己能获得这些都是多亏了我，并表示以后要怎么做他也会听我的。如果我想要成立自己的工会，那他也跟我一起走；如果我要留在海渊工会，他也会一起留在这里。听到他的话，我的内心不由得一阵窃喜，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发展。石河岩答应跟我合作，刘明宇也愿意追随我，现在只要我想，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坐等数钱了。虽然这样的生活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我却还是对他说道，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当初发现刘明宇时，为了与他搭讪，我装作之前就与他相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早就清楚。虽然当时我把他带回来就是为了沾他技能的光，可现在我必须和他说清楚才能安心。我叫他以后不用在意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看到他现在干干净净的样子，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好了，比起勉强把他留在我身边，还是让他遵循自己的内心更好。在我与他坦白的期间，刘明宇几次想要说话都被打断了，最后他还是把手中的花束递给了我，并对我说，我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试一试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不在意你，只做我想做的。我的思绪重新回到了会场之上，我深深的叹了口气，我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呀？竟然自己把到手的鸭子放走了。此时的舞台上，刘明宇亲手将自己打造的帕尔米尼的冰束枪送给了海渊工会旗下的猎人溥仪林。因为刘明宇之前受到了海渊的帮助，因此他将第一件 S 级武器优先提供给了海渊工会。看着在台上无比兴奋的溥仪林和他身旁绽放着光芒的刘明宇，我在台下喃喃地嘀咕着，刘明宇真了不起啊，他现在就算出去单干也不用担心了。金承汉疑惑地问道，刘明宇猎人不跟玉成先生合作，要另立门户吗？应该是吧，毕竟他现在无论去哪都会受欢迎的，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装备制造猎人，肯定会收到各种工会和猎人抛出的橄榄枝，所以为什么要困在我身边？他应该去更好的地方啊。令我没想到的是，台上的刘明宇突然说道，我能拥有这一切，都要感谢给予我最多帮助的韩玉成猎人。我万万没想到，刘明宇的 SS 级技能黄金野方的主人，并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真的有一座黄金野方。就在不久前，我看着刘明宇拿着的冰束枪，一脸的惊讶，他竟然刚刚获得技能就做出了 S 级武器。刘明宇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说自己的材料包里刚好有合适的材料，就这么做出来了。说着他张开手掌，亮出了一团耀眼的光芒，随后在我眼前便出现了数不清的各种材料。刘明宇说这是足足装有1吨 S 级和 SS 级材料的亚空间口袋，是技能附带的。他就是用这里的冰树枝和装备打造室里的模式制作出的 S 级冰束枪，而且为了方便他打造装备，还附送了制作百科全书给他。我都震惊了，一个技能怎么附带了这么多东西？我的 L 级技能也只给了一行解释而已啊，系统这明显就是在区别对待啊。这时刘明宇问我要不要到野方参观一下，他大手一挥，面前便出现了一扇闪烁着金光的大门。他竟然真的有一座黄金野方，而且只有收到他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去。这样一来，他连碰到绑架犯都不需要担心了。这明明就是电视里主角的待遇吧？我随着刘明宇走进了黄金野方，这里竟然是一座树枝和藤蔓制成的建筑。我有些惊奇，这些难道不会被烧坏吗？而且我发现这里的冶炼炉里没有任何燃料，竟然也能燃烧。我正好奇着，炉里却突然冲出了一团火焰。刘明宇赶紧拉着我退后，他说这是火精灵。这时那团火发出了声音，我是精灵伊斯穆亚勒，我诞生于造物主的最后一缕呼吸。我十分惊奇，竟然是真的精灵，这种东西我只在游戏里见过。刘明宇说火精灵会帮他制造武器，而且为了能让他从制作基础开始学起，他的前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听到这话我有些奇怪，怎么会有前主人会制造技能的猎人？刘明宇应该是头一个呀。刘明宇说他也不太清楚，只是那人留下了一束花和一张留言卡，上面的文字我完全看不懂，但刘明宇却莫名的可以读懂。在地下城中，偶尔也会发现文明的痕迹，那些是跟人类世界的遗迹类似，但却又完全不同的断壁残垣。所以大家都说，也许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其他世界和其他文明。这间野方的主人难道曾存在于过去的其他世界吗？他是不是为了下一代技能拥有者才留下了这些的？我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刘明宇和溥仪林的一句话，在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便全集中在了坐在台下的我身上。就在刚刚，拿到了 S 级武器的溥仪林兴奋地说道，这真的是刚好适合我的武器。刘明宇猎人再次谢谢你，还有也谢谢韩玉成猎人。听到这话，我刚喝的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为什么要提到我呀？这时刘明宇也表示，没错，这一切都是多亏了韩玉成猎人。虽然我在获得这项技能的过程中得到了海渊工会的很多帮助，但给予我最多帮助的人是韩玉成猎人。用恩人这个词已经不足以来形容他了。他们俩的话一说完，
整个会场都变得嘈杂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都朝着坐在后面的我看了过来。之后的几天过得很平静，海渊的守卫森严，我也没什么需要出去的事。刘明宇则整天待在工坊里，虽然日子有些无聊，但也无比的安宁。只是有一个问题，自从在被那帮人绑架之后，和平就变得无精打采的，明明没有受什么伤，可就是没什么精神。我开始以为他只是吓坏了，可这么多天过去了，依旧还是这样。我打算带他去训练室一起玩球，旁边的一位女生便立刻表示要跟我一起去。这个人是今天的警卫江素英，他是市城工会从 B 国引进的一级猎人，年纪轻轻就拥有能让程贤仔亲自去聘请的出色资质。还有最重要的是，前世的他未来会跟我弟弟传绯闻，也就是说，她是我未来的弟妹。江素英也十分喜欢和平，她对我说，当听到我被绑架时，她吓了一跳，因为我是她仅剩的希望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她拥有一项 SS 级技能龙骑士，是一项骑乘技能。龙族是怪物之中最难养的，适应力级猎人的高级龙族骑乘兽应该连找都找不到，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我的技能。市城工会管理的地下城中偶尔会发现龙的巢穴，只要能将那些蛋成功孵化，他就有望成为真正的龙骑士了。很快我们到了楼下的训练室，可和平却一点想要玩耍的意思都没有，一直都黏在我的身上。我叫他起来运动一下，他就在我身上上蹿下跳的。我觉得如果能出去散散步的话，可能他心情会好一点，可是也不能带怪物出去啊。这时江素英却突然想起有个好地方，在他们工会那里有个漂亮的屋顶花园。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就已经联系了市城工会的会长。我万万没想到，弟弟韩玉宪前世的绯闻女友竟然亲了我，什么情况？这不是乱套了吗？就在刚刚，因为和平状态不佳，江素英便提议带他去市城工会的楼顶花园散散步。当看到眼前的景色时，我十分的震惊，很难想象这么大一片景色宜人的花园，竟然是在一栋大楼的顶部。我身边的江素英表示，为了让我能放心使用，这里已经禁止其他人出入了。一直被养在室内的和平也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可以看出他有些想去玩耍，但又有些害怕。我赶紧告诉他这里很安全的，旁边的这位姐姐也是好人，叫他可以放心。然而我没想到的是，江素英竟然走到我身边亲了我一下。姐姐不会伤害你们，你看我们关系很好的。江素英的举动吓了我一跳，我心想着，弟妹你怎么能这样呢？江素英却继续跟和平说道，姐姐会保护你的，你别担心，去玩吧。难道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对这种事情很随意吗？可是海渊的关系乱套了怎么办？和平似乎听懂了江素英的话，试探性的走进花园，嗅了嗅里面的花朵。然而下一秒，和平竟然直接扑进了花园中。江素英见和平变得这么有活力，十分的开心，我却觉得有些丢人，直接把人家的花园给破坏了。江素英却表示没关系，园景只要重建就好，还说以后可以让自己的龙跟和平一起玩。我想起江素英之前提到过，她的龙正在工会里孵化，我便问她是什么龙。江素英说是3级飞龙，次翼暗龙。这种龙在飞龙之中也是体力和防御力都较为出色的一种，只是全身黝黑，并且长满了坚硬的尖刺，就连翅膀和尾巴上也有长刺。江素英一脸欣喜地表示，光想想就觉得很可爱，而且它的尾巴甚至还带毒，真是太有魅力了。我有些汗颜，她的审美和爱好有点特别啊。和平在花园中疯跑，我则和江素英在一旁散步聊天。我有多久没这样散步了？就连倒回时间之前，我也没有机会这样悠闲。现在我没办法出门，如果常到这里来好像也不错，虽然这是别人的工会，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反正工会会长也不会出现。我正想着，克雷克的技能弱者的预感却突然触发， S 级觉醒者正在靠近。这个男人是市城工会的会长程贤仔，国内顶级工会的主人，其势力范围不仅涵盖国内，甚至还扩展到了国外。在几年后下落不明之前，他一直稳居猎人排行榜榜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而这样伟大的人，现在竟然在我的面前倒茶。他优雅的样子，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适合做这种事？旁边的江素英直接笑嘻嘻的跑了，还祝我们度过愉快的时光。程贤仔说他给和平带了礼物，一颗龙翼骨，据说大部分高级肉食动物都喜欢这个。和平一见到这东西简直就疯了，抱着它就开心的舔个不停。随后程贤仔对我上次被绑架的事表示了关心。与程贤仔的交流中，我表现的有些窘迫，毕竟在以前这样国内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可没资格接触。程贤仔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不安，对我说道，韩玉成先生不必畏畏缩缩，就算你肆意妄为，大家也会对你唯命是从的。你不仅拥有魔兽饲养技能，受 S 级猎人的保护，现在更是受世上唯一一名野将的庇护，地位已经无人能及。 MKC 工会的愚蠢做法就不说了，其他工会可都急于能跟你说上话呢。你现在不管联系哪家工会要求什么，他们都会答应的。我尴尬的笑了笑，对他说，我只是个 F 级，要是肆意妄为，那我的安全。程贤仔表示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放一只最高级的怪物在你身边就好了呀。我们现在本就在讨论第二只最高级怪物要用来保护你， MKC 工会对绑架案有责任，相关费用也会由他们来负担，也可以说大家正在借这件事瓜分他。你难道没听你弟弟说过吗？弟弟确实什么都不告诉我，就算我问他绑架的事是怎么处理的，他也只会含糊过去。随后程贤仔继续说道，韩玉成先生已经具备可以创建大型工会的实力了吧？经过上次谈判，你已经具备了基础，如果继续培养战斗力，甚至可以操控怪物部队。虽然现在法律还不允许，
但我个人觉得最多也就5年，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改变，无论是骑乘兽还是什么，每一个战斗力都会变得特别重要，而到时候你就会变成可以持续稳定培养 S 级和 A 级的独一无二的存在。韩玉宪应该也知道这些吧，可他却一直想把哥哥藏起来。你找个机会好好跟你弟弟聊聊吧。这个男人虽然嘴上也一直在捧我，但不知为何，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俯视和试探的感觉。我万万没想到，世城公会的会长，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S 级猎人程贤仔，竟然会作为我的警卫亲自送我回去。就在刚刚的聊天中，程贤仔就一直给我一种俯视和试探的感觉，还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我与弟弟韩玉宪的关系。离开时，世城公会的人说给我派一个 A 级以上的警卫护送我回去，可我没想到这个 A 级警卫竟然就是程贤仔自己。S 级猎人可以这么到处乱跑的吗？看来他真的很闲。我转头对他笑着说道，虽然我很感谢你，但你这么做我也不会加入世城公会的。谁知这时程贤仔的一只大手就朝我袭来，面对 S 级的动作，我直接愣住了，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然而下一秒，他却一下子把我的安全带给扣上了，我一脸的惊恐。程贤仔却面带笑容地说道，韩玉成先生是 F 级，得系好安全带。之后他继续说道，你就当这是上次绑架案时没能帮上什么忙的补偿吧。我从惊慌中缓过劲来，附和地说那都是 MKC 公会的责任啊。但程贤仔却表示，就是因为那次绑架我才会亲自来世城公会的花园，而且他说正是因为那次绑架案，让他们知道了 MKC 公会已经烂到要尽快除掉的地步。听到程贤仔的话，我不由想到 MKC 会比之前更早解散吗？虽然在倒回时间之前，他们也是最早解散的大型公会，不过话说回来，我看着面前的程贤仔想到，其实在倒回时间之前我也不了解这个人，他觉醒之前的事迹不为人知，而且由于他的肤色同色较浅，外界也有过他是否是外国人或者是混血的疑惑，没人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有父母兄弟。想到这里，我便想着是否要对他用一下有希望的萌芽呢？对于世界第一的状态蓝我还是十分好奇的，不过我一个 F 级猎人要在如此强大的 S 级猎人面前释放技能，压力还是很大的。应该没事吧？我偷瞄他，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我假装看着窗外的招牌，怀着忐忑的心情使用了有希望的萌芽技能，谁知我刚刚才有了释放技能的念头，一只大手就直接钳住了我的脖子，程贤仔就如同抓小鸡仔一般从后面掐住了我，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了我的全身。这个男人仅仅是最低级的 F 级猎人，面对世界第一的 S 级猎人，简直就是任人揉搓。在被程贤仔抓住脖子的一瞬间，我已经感觉我要死了，强烈的恐惧感瞬间笼罩全身。当触发了抵御恐惧的技能后，我的大脑才重新运转了起来。我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发现的，我都还没来得及用技能呢。不过幸好他只是钳住了我，并没有想要我的命。我低声对他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来护送我的呢，你该不会是想步入 MCK 公会的后尘吧？听到这话，程贤仔松开了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道，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我们两个人可什么都没做过，难道不是吗？韩玉成先生。当程贤仔的车开到海渊公会时，一级猎人金承汉和人事组长石时明早已在楼下等候了。车门打开的一瞬间，我赶紧跑到了金承汉的身后。石时明一脸严肃问程贤仔怎么过来了？你不知道 S 级猎人访问其他 S 级猎人的公会这种事情极为罕见吗？您明知道这种行为在过去会引发什么样的冲突，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让我更加不解程贤仔究竟为什么非要亲自送我回来了。看到他依旧面带笑容的脸，我忽然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故意来找茬寻开心的。程贤仔笑着对石时明说，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可是为了保护韩玉成先生的安全才来的。接着他走到了我的面前，送给了我一副耳钉。江素英的事情以后也得麻烦你，就请你多多关照了。这副耳钉带有魔力增加和 B 级防御层技能的效果，这让我有些震惊。带有技能效果的装备，这可是花上几百上千万也很难弄到的好东西啊！这个叫程贤仔的男人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另一边的海渊公会中，蒲一林发现了一些信息，但却不确定是什么情况，便找来了韩玉宪。蒲一林说，之前他使用白色尸体技能时，从那些死去的人身上读取到了奇怪的记忆。在绑架韩玉成时，曾有人说道，这是速效催眠粉末，他怎么还是清醒的？会不会是海渊公会给了他解毒装备？就是这段话引起了蒲一林的注意，因为韩玉成的应该没有解毒装备才对，而且蒲一林总是觉得他似乎一直在隐藏着什么。这个男人不愧是实力排名世界第一的 S 级猎人，随手送出的礼物就是上千万的稀有装备。回到公寓后，我就将那副耳钉带了上去，随后我便招呼和平过来。和平兴高采烈的就朝我扑了过来，然而他却砰的一声砸在了防护罩上，这就是耳钉附带的效果。B 级的防御层技能果然很好用，我将被撞得晕乎乎的和平抱在了怀里。今天他玩得很开心，但是一直乱跑，身上都臭了。我赶紧给他洗了个澡，但他的表情似乎不是很开心。难道这种类猫科动物都是不喜欢洗澡的吗？今天不但让和平恢复了精神，我还获得了新的魔力装备。这一趟世城公会还真是去对了。不过我在想，去世城公会也去不成了。刚刚石时明可是被气得火冒三丈，我想到刚刚被程贤仔掐住脖子还真是危险啊！系统竟然让我感化50个那种危险的家伙，我真的想揪着系统的领口跟他算账。洗完澡，和平站在地上一顿狂甩身上的水珠，接着猛然朝旁边跳了出去。
似乎是想要逃跑。我赶紧一把抓住了他，身上还湿着呢，就想跑，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我抓住的和平似乎软软的，好像是玩偶啊。我低头一看，湿哒哒的和平还站在地上，我大吃了一惊，难道他还会了分身技能不成？这时旁边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这其实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老大，我回来了。很久没有出现的鬼怪正蹲在衣柜上笑呵呵地跟我打着招呼。他说这是他在国外调查地下城时买的礼物，不光有玩偶，还有戴在耳朵上的和平头箍，以及和平样子的背包。这时我才知道，自从我上次带着和平上过一次节目之后，就在网络上吸引到了其他国家许多人的关注。火焰角狮的各种周边也立刻出现在了市场当中。之后鬼怪便将自己调查到的资料如数交给了我。鬼怪的调查很细心，比我想象的要认真仔细的多了。只不过关于地下城内部的资料却空空如也，因为鬼怪说他根本无法进入地下城里，只要想要进入就会被弹出来。这让我有些奇怪，难道是因为鬼怪拥有类似地下城的力量，所以就无法进入地下城吗？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下子就抱住了鬼怪，把他给吓了一跳。我对鬼怪说道，你可以尝试抱着我空间移动一下吗？就在刚刚，我突然抱住了鬼怪引轮，让他带着我一起空间移动，这可把引轮吓了一跳。但因为他之前打赌输给我，认我做了老大，而且我还说要是他不答应，我就一直这么抱着他。没办法，引轮只得同意。下一秒，引轮就抱着我来到了城市上空，这的确就跟通过地下城传送门的感觉差不多。我又让他带着我连续移动了几次，果然如我想的一样，引轮的每次瞬间移动就相当于是通过了某种类似的地下城。当我打开自己的状态栏时，发现确实发生了改变。上次也是我在地下城时，系统给我发来了奇怪的信息，如果我能借助引轮的力量进行瞬间移动，说不定就能再跟系统好好聊聊。可就当我想继续让引轮在瞬间移动时，却发现他已经满头大汗，不能再继续了。如果这样抱着别人，我就想摔跤。说着他一下子就把我给扔了出去。好家伙，他这个鬼怪的人设立的可真稳，幸好我用了防御层的技能，才没有受什么伤。不过已经试了这么久，系统应该给我发了些什么了吧？我打开了状态栏，系统表面上发出了正常的提示信息，实际上这竟然是一个藏头文，写着来地下城。我有些惊讶，系统都可以在说明栏里故意打错字，还有必要写藏头文吗？难道他们是不能像在地下城那样直接给我发对话框吗？不过也对，那是系统发来那样的信息，似乎在我进入地下城之前，他们都没能找到我。是不是系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能做的事情并不多？那样的话，我只能再去一次地下城了。尹伦在一旁关切地问我有没有事，要不要喝点药水。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表示自己没事。多亏了他，我才能确认系统的情况。我叫他可以先回去了，下次有事的话我会再叫他的。临走前我还对他说道，今天辛苦你了，亲爱的尹伦。这场景令尹伦有些恍惚，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身上竟然看到了从前主人奶奶的影子。随后的几天，我成功申请到了 F 级地下城出入资格。我穿上了大风衣，戴上了大檐帽，这样应该就没人能认出我来吧。趁着这几天我还有魔兽克雷克的技能，我得进入地下城跟系统聊聊才行。当你突然学会了隐身技能，你会想要做什么？就在刚刚，我成功申请到了 F 级地下城的出入资格，随后穿上风衣，戴上了墨镜和大檐帽。为了进入地下城与系统那边的人联系，我只能想办法逃出海渊公会了。毕竟要是被弟弟韩玉宪他们知道，是不可能允许我独自下地下城的。我一路轻手轻脚走出了房间，来到了楼道里，前面有人把守的电梯，就是第一道关口。我立马发动了魔兽克雷克的隐身技能墙上的蜥蜴，并且受到最后的报恩与劳奇塔斯的天敌影响，技能效果翻倍，一个人都没有。如果电梯门自己开了，肯定会惹人怀疑。正在这时，有工作人员坐着电梯来送午餐便当，我趁机一个箭步就冲进了电梯里。我就是盯着这个机会才故意暗示出来的。我身上现在有4倍技能效果，即便是碰上了级猎人，也不用担心被发现。而且隐身是怪物才有的稀有技能，世人已知的会隐身技能的人只有鬼怪，所以应该没人想得到有人会隐身出门。我一路来到大门口，接下来就到了第2道关口安检门。我趁着有人在接受检查的时机，迅速跑过了安检门。结果门响了，那个男人被拉去仔细搜查，我则早已逃之夭夭。我一路跑到了 F 级地下城的入口，这一路上可是太艰辛了，简直比地下城还艰难。还好 F 级地下城没什么人关注，我刷了门卡，地下城的入口缓缓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进入前我特意想了下，装备带了，药水也很充足，为了以防万一，我还特地带了门石，这还是当初弟弟韩玉宪给我的。我打算这次进去搞清楚系统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后就应该可以安静的生活了。随后我便义无反顾地踏入了传送门之中。这里说是森林地下城，可这植被的茂密程度几乎要算是丛林了吧。我在里面走了半天，没有等来系统的联系，反而遭到了猴群的偷袭。不过我现在还拥有着 B 级魔兽克雷克的能力，触手飞出，那些猴子发出叽喳的惨叫声，瞬间就被击杀。越往丛林的深处走，猴群的数量便越多。我便又释放粘稠之毒，直接将毒液挥洒了出去，沾到毒液的猴子们非死即伤，顿时作鸟兽散。这个男人为了与系统那边的人再次取得联系，竟然独自一人偷偷跑进了 F 级地下城。可谁知猴子杀了一大堆，地下城都快被攻略完了，还是没有得到系统的消息。
我只能无奈地蹲在地上捡着魔石。这种 F 级魔石其实也不值什么钱。正在这时，系统栏突然弹了出来，吓了我一大跳。终于来了吗？系统显示出了各个字的分体部首，连起来应该是“不是你的错”这几个字。我不懂系统是什么意思，而且字为什么还这么奇怪。这时系统面板显示，许愿石神话集可以实现使用者的一个愿望，但无法令已死之人复生。这个许愿石我当然记得，我就是靠这个许愿才回到的过去。但随后无法令已死之人复生这几个字就被系统擦掉，并打出了抱歉2个字。我有些懵了，这是什么情况？他在抱歉什么？但随后我便反应了过来，难道不能让死人复生是骗我的吗？我被气得要死，我就说怎么这么奇怪，连时间都能逆转，却连一个死人都救不活，这像话吗？我问他们这帮混蛋为什么要骗我，系统却发出了一个被堵住嘴的表情。我立刻拿出了门石，表示让他们大胆说，哪怕像上次一样出现高级怪物我也能承受。随后系统立马发出了一连串的信息，我们也想痛快点告诉你，但直接对话需要牺牲，干涉越多就会越快被发现，危险，好好准备1个星期。系统说的话信息量有些大，令我应接不暇。是说要我1个星期后再来地下城的意思吗？可那时候最后的报恩时间就过了，我就重新变回 F 级了呀。那些干涉、危险、被发现又是什么意思？难道除了系统之外还有别的存在吗？我还想再询问系统更多，谁知我面前的系统面板突然出现了皲裂，整个面板瞬间如同玻璃一般炸成了碎片。我只能隐约看到1个星期的字样晃动着，是因为发了太多信息吗？这里该不会出现比上次更可怕的东西吧？